天生左腿残疾，却每天凭着坚强的意志攀登华山百尺悬崖，每走一步残脚便会传来万箭穿骨之痛。但5年来他从未懈怠，日复一日，周而复始。他想要成为武林高手，为父母报仇。15年前，中原魔教四起所到之处片甲不留。为了驱逐魔教，中原武林正道团结一心，经过3年惨烈的激战，最终消灭了魔教。华山派掌门携众弟子前去围剿魔教残党，所到村庄已是一片狼藉，尸横遍野。废墟中，一个孩童引起贤素真人的注意。只见他身上千疮百孔，插满木钉。众人惊讶，受如此重的伤势如何存活下来？这时，少年张嘴吐出一块带血的肉块，经肉块上的布料判断，此肉竟是旁边死去魔教中人的。少年被贤素真人带回华山治疗，并收其为徒，赐名谭浩。5年来，谭浩每天攀登百尺峡，从未间断。师兄弟们都说他是疯子，更有甚者称呼他为不走犬，意思就是不会跑的狗。他如此努力爬山，是为了锻炼残腿肌肉，希望有朝一日能修炼华山派上乘功法。华山派武功最重要的就是步法，想修炼本门传承的肃清心诀，就必须将集上乘步法9功步烂熟于心，而9功步就连习武奇才也难以练成，何况是瘸腿的谭浩。师傅也曾劝他像自己一样放下武学，一心修道，可谭浩内心无比坚定，没有丝毫动摇。同期入门的师兄弟都已经开始修炼上乘功法，而他只能在一旁观看，当然也免不了师兄弟们一阵嘲笑。幸好师傅身为华山派开山祖师，以第1代弟子的身份，能随意进入收藏功法的永宝宫，可他翻阅了所有典籍，都没找到适合自己瘸腿的功法，只能修炼些最基础的拳法。就这简单的几个动作，他已经反复练习好几年。这基础拳法对别人来说或许微不足道，但对谭浩来说却是他目前所能修炼的极限。师傅曾劝说他放弃武学之道，毕竟天生腿疾，就算再怎么努力也都是白费。贤素真人对谭浩来说不仅仅是师傅，更是如同父母般的存在。见谭浩习武的意志如此坚定，于是决定传他本门心法。贤素是华山第一高手天公子的唯一弟子，正是因为他华山派才迎来全盛时期。但贤素真人不修武学，一心向道，要将华山的精神和价值传给后代。虽然不习武，但他却能将华山所有传承武功倒背如流，说他是移动的藏经阁也一点不为过。可如今华山功法并不适合谭浩修炼，只能将华山初代心法重无心诀传授给他，希望谭浩能像初代祖师一般，靠着心法走出自己的道路。此后谭浩便苦思冥想修炼心法，随着时间推移，体内的内力也在缓慢提升。这天谭浩依旧沉浸在修炼中，遇到师弟前来通知，来人先是一顿冷嘲热讽，嘲笑他是不走犬，废物一个还要来通知。习惯这一切的谭浩并没过多在意，原来是贤见真人出关，欲寻得一位出色弟子接受武学传承。两人随即出发前往真武宫，可那弟子跟在后面气喘吁吁，一个习武之人竟然跟不上一个瘸子。当来到真武宫，谭浩自然成为了焦点，都在呵斥他，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这时贤见真人打开闭关大门，众弟子纷纷拱手参拜。贤见是当代剑道宗师，能被其收为弟子武徒可谓一片光明。随即他开始宣布选拔规则，在场所有人都将进行比武，脱颖而出者便能获得传承。听到这里，谭浩不自觉地握紧了拳头，接着贤见大喝道：“比武开始！”瞬间就有2位挑战者冲上擂台，两人招招凶狠，丝毫不留情面。师兄弟的感情在获得传承面前根本不值得一提。谭浩目不转睛盯着台上的一招一式，这对他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实战经验。这时比武已经处于白热化阶段，一人抬手七星剑法，一人手中运起用出梅花拳。随着2人招式的碰撞，最终梅花拳略胜一筹，成为第1轮优胜者。全场的气氛被推到最高点。这时谭浩感觉一道摄人的目光袭来，那威压瞬间让他冷汗直流。小子，我的剑不是一个瘸子能学会的，你还是回去好好跟你师傅学到吧。但这并不能让意志坚定的谭浩退缩，只见他重重磕了个响头道：“恕难从命。”随即冲上擂台，1代弟子谭浩前来讨教。这举动让贤见真人皱起了眉头，一个瘸子竟妄想获得我的剑道传承，于是派出高阶弟子欲让谭浩认清现实。荣誉之战一触即发，谭浩仅学得一式基础拳法竹叶手，但经过每日1万次的练习，竹叶手已达炉火纯青之境，拳如流星，重达100斤，打得对手难以抵挡。可毕竟基础拳法人人皆会，对手很快见招拆招。谭浩在其凌厉攻势下节节败退，一记2阶腿法附带千斤之力，将谭浩击退3丈远。虽看似普通的踢腿，却让谭浩胳膊脱臼。接下来谭浩已无力招架，对方下手狠辣毫不留情，毕竟无人能抵挡传承的诱惑。抓住谭浩的破绽，右手握拳蓄力，一记2形拳狠狠击中谭浩腹部，随之而来的是肋骨断裂的声音。就算遭到如此重创，谭浩也不曾向命运低头。场外传来师兄弟的讥笑声，用竹叶手对战2形拳，真是以卵击石。就连对手也劝他认命，先天腿疾再如何修炼都是白费，还是好好回去跟你师傅学到吧。谭浩强撑身体，擦了擦嘴角血迹，让我认命，绝不可能。5年来受尽屈辱，刻苦修炼，都不能让他对命运低头半分。我绝不会在这里倒下。既然命运不公，我便撕裂这苍穹，我将用这残腿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对方见谭浩不肯认输，也被彻底激怒，竟使出3阶拳法5形拳。谭浩刚开始只能选择硬抗，等慢慢洞悉对手的动作，竟能熟练躲避猛烈的攻击。台下众人也看不出他用的何种步伐，
对手也被突如其来的状况影响了心境。谭浩敏锐地捕捉到对手的破绽，全身蓄力抓准时机，就是现在。你可曾见过快如闪电的瘸腿身法？残疾的谭浩在实战中领悟到属于自己的招数，抛开传统步法的束缚，利用单脚支撑左右摇摆躲避对方的攻击，同时挥出的拳头也更加刚猛有力，竟瞬间打得对手难以招架。可碍于所学功法差距悬殊，一记高弹腿再次击中谭浩，至此对方不想再浪费时间，狠辣的腿法狂风暴雨般向谭浩踢去。如此猛烈攻击却尽数被谭浩艰难挡下，对方深知不能再有所保留，脚下生风激起一阵尘沙，竟是高阶身法梅花步，灵活躲过谭浩一记重拳的同时，右拳瞬间握紧蓄力，一记火克金沙精准砸中谭浩腹部，谭浩重重摔倒在地，五脏六腑仿佛被烈焰燃烧一般，但他就像打不死的小强，咬紧牙关压制疼痛又强撑而起，这种毅力让对手佩服不已。受如此重的伤竟还能爬起来，好狠的家伙！不过还是到此为止吧。只见谭浩缓缓起身，目光坚毅，从咬紧的牙缝中崩出几个字：师兄，我还不能放弃。就连贤剑真人都不禁感叹，世上竟还有如此毅力坚定之人，只可惜是个瘸子，若不然正是接受我传承的最佳人选。随即大喊让弟子别再留手，散漫之人可不配接受我的传承。对方见状，从地上拿起一把木剑，既然你不愿认输，就休怪我无情。接着一记华山剑法梅花满开在空中绽放，无数凌厉的剑影朝谭浩袭来。台下观众纷纷惊叹，对付一个瘸子竟然需要用到梅花剑法，如此狠辣的剑势，谭浩根本避无可避，一招一式打在谭浩身上都会传出骨头断裂的声音。这样下去恐怕真的会死在这里，但这也没能让谭浩屈服。对方凌空跃起，又是一记劈砍而来。只见谭浩目光坚毅，径直朝对方冲去，这一举动让众人一惊，这动作会将全身破绽都暴露给对方，属于以命搏命的打法。谁知谭浩竟巧妙躲过剑招，狠狠一拳击中对方腹部。对手虽硬扛一拳，但有内劲护体不足以致命，再次袭来，对手已杀心四起，本想速战速决，却反被一个瘸子重伤。你让我颜面尽失，我必将你碎尸万段。此时谭浩已无力再战，木剑一记又一记劈砍在他身上，这让本就重伤的身体雪上加霜，积压在胸腔的鲜血从七窍喷涌而出。贤剑真人再次被他的毅力撼动。你有很高的武学天赋，但残疾是你不可逾越的缺陷，你还是认清现实放弃吧。放弃？如果现在放弃，那就是否定了自己成为武林高手的志向。5年来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化为泡影，哪怕是死我也不会放弃。这些话语完全撼动所有人的内心，这就是我们嘲笑的不走犬吗？就连对手都恳求他认输，可回应他的依然是那颤抖的身姿。众人都已经看不下去了，谭浩即使粉身碎骨也要证明自己，最终只能靠毅力强撑跪在地上。还没结束，这是他意识里最后一句话。木剑重重劈在他的脸颊上，谭浩没有再站起来。此时场内死一般寂静，他们纷纷被谭浩的毅力所折服，这也是他5年来赢得的第一次尊重。身受重伤的谭浩被弟子送回贤素真人的手中，此时谭浩全身经脉寸断，骨头更是没有一块完好，以后怕是连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平时温和慈祥的贤素真人第一次如此愤怒，他怒气冲冲地撞开贤剑的大门，大声质问：明明是门内弟子选拔，为何还让弟子下如此重的手？贤剑真人冷哼一声，让他放弃习武是为了他好。我华山武学还没容易到一个瘸子都能学会，简直一派胡言。我徒儿身为华山弟子，他想习武又有何过错？仅凭一条残腿就否认他付出的所有努力？随即目光投向一旁的掌门，让其为徒儿说句公道话。不料掌门的话让他彻底心凉。5年前收留那个孩子是我的错，他醒来的那天，我在他眼中看到了仇恨和杀气，那绝对不是一个孩子该有的眼神。如果让他练好武功，肯定会带来灾祸。气得贤素真人摔门而出。2个老匹夫，你们等着看吧，我会让你们明白什么是大错特错。我徒儿一定会证明给你们看，什么叫人定胜天。徒儿放心，常人要受如此重伤，怕以后再无法下地走路，但有为师在，就一定能让你重新站起来。三公山地势险峻，常人都不愿前往。从未习武的贤素真人不顾性命之危，每日攀登，只为寻得疗伤圣药。在师傅细心的照料下，谭浩终于恢复了意识。谁能想到，平时无人问津的贤素真人竟是炼丹高手？谭浩看着师傅遍布伤痕的双手，瞬间明白是为自己翻遍华山寻找草药。铁骨铮铮的汉子落下2行泪水。5年的苦修，5年的嘲笑，哪怕被打成废人，他都不曾留下一滴泪。师傅放心，我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大量灵丹妙药被谭浩服下，配合运转重无心诀辅助吸收。1月时间匆匆而过，谭浩身体已无大碍，但师傅却说要帮他创造合适的武功。华山武功不适合你修炼，我们要独创一门只属于你的武功。最为重要的是你的步伐。你的步伐不需要华丽，只要速度够快，力量也会随之增强。你的步伐要像工程车一样，只用一条结实的腿作为支撑，以惊人的速度集中所有的力量。这就是我为你创造出的步伐。为师命名为冲步。他天生左腿残疾，却立誓要成为武林高手。如今师傅决定传授他失传已久的绝学天残脚。天残脚乃120年前铁血霸魔的独门绝学，只需一脚便可让血色染红天际，威力之凶残，霸道无比。
从今天起，你要用天残脚一步跃出2丈距离，并用拳头击碎岩石。这对左腿残疾的谭浩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第一次尝试跳跃，仅跃出半丈，而且落地无法保持平衡。但谭浩的眼神越发坚毅，日复一日向着石头跳跃，光是保持平衡，做到直线跳跃都花费1月之久。从那以后，他便越跳越远。想要用残腿一跃数丈，谭浩需要承受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腿好似被扭断，肌肉好似被撕裂。从此，谭浩眼里就只有那个红圈。3个月后，他终于能一跃2丈远，拳头堪堪能触碰到红圈中心，但这远远还不够，需要更快更强劲的力量将岩石击穿才大功告成。1年时间如白驹过隙，一队镖局正运送货物前往中原。此镖局乃武当习武有成的弟子所创，在半路却遭到歹徒伏击，出手果断狠辣无比，来人眼里充满杀气，一看就不是普通山贼。目光所及之处也并非货物，而是镖局队伍的项上人头，头目以诡异的身法停留在半空，指了指手臂上的神秘图案，这熊熊燃烧的火焰图案，尔等可还认得？在场众人大惊，那是魔教的图腾圣火纹。时隔20年，难道魔教又要卷土重来了吗？只见对方一声令下，身后无数魔教弟子蜂拥而上。尽管镖局负隅顽抗，奋勇杀敌，但最终还是不敌，无人生还。武当镖局至此从世上消失。而此时的谭浩已神功大成，宛若新生，残腿发力一跃2丈，一拳便可开金裂石。随着武功的精炼，谭浩身上的杀气也越来越重。如今魔教卷土重来，贤素真人担心谭浩会成为一个杀戮机器，但他并不后悔。谭浩是他唯一的徒弟，他要证明他徒弟并不是所有人眼中的废物，而是成为振兴华山派的宝物。他先天左腿残疾，如今习得盖世武学天残脚，残腿一蹬碎金石，一拳便可破山河。10年前魔教入侵中原，家人一夜之间尽数被屠，如今他神功大成，是要屠尽魔教报那血海深仇。魔教卷土重来的消息已人尽皆知，各大门派集结共同商讨对策。其中贤素真人对魔教功法深有研究，武当清虚道长恳请其下山拯救苍生。对此贤素真人只有一个要求，此次行动必须带上我的徒儿。随后带着清虚道长找到谭浩，武当弟子连千和的目光一直在谭浩的瘸腿上，他不明白为何要带一个瘸子上战场，这跟送死有什么区别？而师傅却将他带到一旁，你觉得谭浩的武功如何？连千和评价平庸之极，而师傅却指向一旁的巨石，红圈内深深凹陷。再看地上的脚印，很明显是2丈开外一拳击破。更惊人的是，还有许多3丈开外的脚印，就算是4肢健全之人都无法做到。能做到每日万练的人，岂是你想象中那样简单？真不愧是华山当，真是卧虎藏龙。时间一晃，已到出发之日，可众弟子却不愿带谭浩一同前往。此战危险重重，保护贤素师叔已是难事，谁还有精力去保护一个瘸子？贤素真人并没多言，大喝一声出发，众弟子浩浩荡荡下山，气势如虹，视死如归。第一站正是谭浩的故乡太白山。此时的他心很乱，贤素真人哪里不明白爱徒的心思？趁现在还有时间，你想去就去吧。谭浩独自走向熟悉又陌生的山路，曾经淳朴安宁的村庄，如今只剩下一片废墟。恍惚间，仿佛能看到父母的身影。谭浩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思念，重重跪在地上，哭出声来：“爹娘，浩儿回来了。”他至今还想不明白，为何一个穷苦村庄会被屠杀殆尽？事情过后还无人调查此案，当中到底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这笔血债一定要血偿。第2日，大军向玉门关推进，这是与魔教大战最后的集结点。客栈中，贤素真人说出自己的决定。如今谭浩已经羽翼丰满，华山虽大，却容不下这残腿少年。为师这辈子生是华山人，死后也定会埋骨华山，但你不同，为师更希望你能自由地活下去。此战若你我能侥幸存活，你就不必再回华山，勇敢去追寻你的梦想。不待谭浩反驳，他继续说道：“华山不认可你，但你永远是为师的好徒弟。等你成长为不可动摇的存在，记得来找为师痛饮一杯。”第2日，探子传回战报，魔教老巢藏于血色荒野，大军快马加鞭，火速突袭。与魔教的第一战正式拉开序幕。地上的车轮印指明了魔教老巢的方向，众人全身戒备，暗中潜入。大师兄玄经对众2代弟子说道：“一旦遇见魔教，你等要拼死保护师叔。此处地势险峻，恐有埋伏。”话音刚落，数支利箭破风而来，数名弟子躲闪不及，先后倒下。待黄沙散去，一众魔教弟子缓缓走来。他们眼神冷漠，淡定木然，似乎已在此埋伏许久。为首之人没过多废话，尽情享受这死亡盛宴吧。魔教弟子蜂拥而至，强大的气势，丰富的战斗经验，将众弟子压得喘不过气。大师兄玄经从人群中走出，从未杀过人的他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杀进眼前的魔教弟子。可魔教就像没有感觉的死士一般，一个倒下，后面一群蜂拥而上。华山剑法在他手中应用到极致，每挥一剑便有一人倒下。武当清虚道长在包围中稳如泰山，他的剑看似简单朴实无华，但每一剑都能直击要害，数十魔教弟子都无法近身。谭浩看着这一切，不自觉握紧了拳头，如不是顾忌师傅安危，他恨不得冲进人群泄那仇恨之苦。突然，一个身披黑袍的身影朝谭浩一行人走来。
浑身散发着凌厉的气息。中二代弟子被吓得冷汗直流，对方眼神清澈，没有丝毫杀气。谭浩一时间竟分辨不出是敌是友。众弟子摆出七星剑阵防守，不待众人反应，来人一个弹射，速度之快，空气都传来爆裂的声响。凌厉的手法划过脖颈，鬼魅的身影穿梭过人群，所过之处人影尽数倒下。短短几秒，华山弟子伤亡惨重。这时谭浩一脚震天地，如出笼猛兽爆射而出，冲步破城追，一拳便将对方击退数丈。二代弟子大惊，这怎么可能？谭浩就像一匹孤狼屹立在黄沙中，对方也是震惊无比。此人与我年纪相仿，竟有如此功力。接着又是爆射而来，手中似乎还有烈焰在燃烧。贤素真人一眼便看出那是魔教的暗天烈火手。无数残影席卷而来，一时间谭浩竟难以招架，残腿犹如老树扎根，稳如泰山。仅凭一招入门功法竹叶手，在拳影中来回穿梭，竟将对方所有招式尽数挡下。但几个回合下来，谭浩深感不妙，竹叶手毕竟是入门功法，就算发挥到极致，也不足以对付魔教绝学。果然，对手抓住破绽，一记暗天烈火手击中谭浩腹部，他能清楚听到肋骨断裂的声音，随之而来的是五脏六腑燃烧的痛苦。众弟子见状，纷纷想上前支援。谭浩大喝一声，全部退下！我以华山一代弟子的身份命令你们保护好我师父，火速撤离。师父，如若徒儿今日葬身于此，请务必原谅徒儿。养育之恩，授业之情，只能来世再报。没有后顾之忧的谭浩竟露出邪魅的笑容。你是华山弟子吗？谭浩回答：师承华山派贤素真人。随即对方一把扯下面罩，不料面罩之下竟是容貌艳丽的少女。你将会成为第一个死在我手里的人。你叫什么名字？谭浩贪婪地深吸一口气。师父赐名谭浩，本是无根之人，死又有何惧？若侥幸苟活来日，必灭你魔教。谭浩，我银柔记住你了。能死在我们绝学白莲飘雪下，也算是你的荣幸。谭浩深知对方招式诡异多端，而自己只有一招一式，机会只有一次。双腿微屈，暗暗蓄力，天残脚一脚踏出镇山河，整个身体贴着地面俯冲向前，重无星诀运转，将所有内力集中于拳上。冲步破城追，敌方双手快如闪电，留下无数残影。白莲飘雪，两门绝学碰撞在一起，霎时间尘烟四起。谭浩猛地吐出一口鲜血，身体瞬间承受上百道攻击，五脏六腑仿佛被撕裂般疼痛。他第一次感觉死亡离他如此之近。反观对方也并不好受，凌厉的拳风将他击退数丈，肩部受创，喷出一道血柱。好狠的拳，仅仅一道拳风就将我重创。倘若正面击中这胳膊，怕是要废了。谭浩并未就此倒下，强撑而起，将嘴里的鲜血生生咽下。我大仇未报，不能就此倒下。他的眼神越发锐利，银柔震惊不已。好一个意志坚定之辈！谭浩宛如洪荒猛兽，身上充满强烈的杀气。就在这时，整个山谷突然轰隆作响。银柔感叹：看来已经开始了。谭浩正在思考这句话的含义，一根长鞭环绕住银柔的柳腰，山顶之人将他拽了上去。此时混乱的战场不知何时已再次集结。一名魔教徒双手合十，厉声说道：既然这世上无我等容身之所，索性与你们同归于尽吧。说完，众魔教弟子开始运转秘法，一股热浪将空气蒸发得滋滋作响。清虚道长见状，急忙下令撤退，众弟子纷纷施展轻功逃离。可先天残疾的谭浩并未习得任何轻功，运经师兄想前往营救，却被大师兄拦下。太迟了，现在过去只是徒增伤亡。为了门派的根基，师兄只能对不起你了。谭浩孤零零瘫坐在地，这感觉就像当年被埋废墟那一刻一般。如今又只剩下他一个人了。残疾的他并不想成为任何人的累赘，此刻只希望师父能平安撤离。轰隆声此起彼伏，整座山谷坍塌，瞬间将谭浩淹没。等尘烟散去，山谷已被乱石填平。贤素真人瘫跪在地：我可怜的徒儿啊，不会的，为师绝对不相信你如此轻易死掉的。为师等着，等你王者归来的那天。男人被埋地下洞穴整整12年，每天只能靠墙上的青苔充饥，遇到蛇虫鼠蚁便会一拳砸死，放进嘴里撕咬咀嚼，生吞咽下，出口被坚硬的巨石和沙土挡住。他每天用拳头不断轰击岩石，用瘸腿鞭击10000次，希望有朝一日能击穿岩石，重见天日。暗无天日的生活，他不知时间已过去多久，也许是5年，也许是10年，但他从未放弃活下去的信念。这里是魔教的地下巢穴，遗留下少量的奇珍异宝和几门初级魔教功法。为了变强，谭浩来者不拒，光是入门拳法泡影拳就研读了数千遍。他将魔教功法和自己的功法合二为一，创作出一种独属自己的全新功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谭浩功力与日俱增，曾经那个稚嫩的少年已经蜕变，多了一些沉稳，唯一没变的只有那坚毅的眼神。拖着残疾的左脚走出密室，一块巨石牢牢堵住洞口，这是谭浩唯一的出路。巨大的石身上已布满了裂痕，这是谭浩日复一日千锤百炼的成果。此时残疾的左腿已今非昔比，天残脚与魔教功法弹魔腿结合，每一脚便能爆发出撼天动地的力量。岩石不断被击碎，暗无天日的地下回荡着粗重的喘息声。接着是拳头，他把泡影拳融合进了破城锥，每一拳都犹如炮轰般的威力。他原有的功法被贤素真人融入了华山派的道理，如今的功法却渗透着魔教的精髓，既无慈悲也无道义。他不知挥舞了多久，眼前的墙面轰然倒塌，但并未见到期待许久的曙光，而是一阵刺耳的声音在耳边嗡嗡作响。迎接而来的竟是无数成群的飞蚁。谭浩不断挥舞重拳驱赶，但却对蚂蚁没有丝毫作用。
旋风只是将他们打退些许，很快就又成群结队再次袭来，不停地在谭浩身上叮咬。可怕的是，这些蚂蚁含有毒素。谭浩双眼充血，瞬间感觉全身又痛又痒。即使谭浩有着超长的忍耐力，可这生不如死的感觉还是令他跪在地上哀嚎。男人被困地下洞穴12年之久，每天只能靠抓洞里的蛇虫鼠蚁，硬生生撕咬吞下赖以生存。唯一的出路被巨大的岩石堵住，他每天挥拳1万次，用残疾的左脚鞭腿1万次，可击穿岩石并不是期待已久的曙光，而是一群带有剧毒的飞蚁。每一次叮咬都让他双眼通红，痛不欲生，拼命忍受剥去一层皮的痛苦，最终才驱散了毒气。谭浩给这群飞蚁取名地狱血蚁，因为他们就像是从地狱而来。血蚁成了离开此地的最大障碍，可无论武功多高，都不可能一下杀死如此多的血蚁。目前只能研究对抗血蚁的办法。他先后又向地狱血蚁发起数10起挑战，但每次都被干得满身是包，落荒而逃。为了摆脱那超出极限的瘙痒和痛楚，他的头在石头上撞击不下数10次。慢慢的，他的攻击方式发生了变化，开始化拳为掌，运用的内力也不再强劲，而是像化骨绵掌般细腻的内功。随着内力不断涌入，他的手掌间出现一个真空的圆球，一股空气如海啸般涌向圆球，无数血蚁随着流动的空气被席卷而入，最终凝聚成一个巨大的蚁球。五指暗破青，这是谭浩为了对付血蚁自创的武功。此武功把周围变成真空后再使其爆炸，手法极其残忍，但仅凭五指暗破青并不能将血蚁一网打尽。谭浩全身以肉眼无法看清的速度快速震动，这是他无意间在螳螂与瓢虫的战斗中领悟的招式。面对螳螂猛烈的攻击，瓢虫快速震动翅膀将螳螂的镰刀震飞，他用内力模拟瓢虫震动的翅膀，在体表形成一个防护气功，至此血蚁无法再伤他分毫。不知过了多久，昔日的山谷发出轰隆巨响，一个瘸腿少年从废墟中走出。我华山不走犬回来了，整个武林将因我而震颤。曾经的血色峡谷，自魔教施展秘法后已化为一片平地。从那以后，人们将此地改名为地狱谷。路经此地的商团皆会绕道而行，银莲商会便是其中一支。地狱谷突然轰塌的声响让众人心生警惕，会长为了安全起见，派出手下前去探查。此时谷内山势倒塌，浓烟四起，一名男子身影挺拔屹立在尘烟中。谭浩仅仅一个眼神，就让两人双腿发软，心律不齐。你们是何人？对方连跟谭浩对视的勇气都没有，歪着头说道：在下银莲商会吴奇隆，此行前往中原运送货物。此时的谭浩归心似箭，不知外面的世界已过去多久，日夜思念的师傅是否安好？如此正好，劳烦你们带我一程了。自此，谭浩随着商会前往中原。商会众人内心忐忑不安，此人行为怪异，眼神充满杀气，只想着如何快些把这瘟神送走。沿路照顾谭浩的只有一个天真无邪的小胖子，每天都会询问谭浩有什么需要，而谭浩只有一个疑问：小胖子，你可听说过魔教？小胖点了点头，我听我爹提到过。小胖父亲拱了拱手，据我所知，上次魔教出没至今已有12余载。谭浩闻言大惊，我被困地下已有12年，师傅如今已是100岁高龄，不知是否健在？而我的少年时光竟然在那个漆黑的岩洞中度过，整整12年。不知是愤怒还是受到魔教功法的影响，谭浩眼神充满戾气，近乎疯狂，无形的杀气从他嘴里露出。一时间，马儿嘶鸣，狂躁不安，众人更是捂着耳朵，身体仿佛要撕裂一般。谭浩纵身跳下马车，众人如临大敌，身体止不住颤抖。只见谭浩伸手从包里掏出一物，竟是稀世珍宝猫眼石。会长贪婪地抚摸着宝石，少侠为何赠我如此珍宝？我要即刻赶往中原，中途不得有丝毫耽搁。闻言，会长扯开嗓子大喊：全体出发，火速赶往中原！一路上，小胖对谭浩照顾得无微不至。小胖名为珍宝，是商会的厨子，一手厨艺甚是了得。12年没吃过饭的谭浩忍不住大快朵颐。数月后，众人抵达中原，华山群峰已遥遥可见。谭浩与珍宝等人告别，踏上归程。殊不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将会让他怒火滔天，大杀四方。从没见过如此残忍的马匪，他们劫持了附近村庄所有孩童，让孩童的父亲手拿刀剑自相残杀，表演给自己的孩子观看。而那天真无邪的珍宝赫然也在其中，看着亲人惨死，他眼里充满浓浓的恨意。告别了珍宝等人的谭浩找了间客栈住下，乞丐般的打扮让店家颇为诧异，随手抛出1块银锭：我要1间房、1把剪刀，还有换洗的衣物。接着享受般的泡起了澡。这是他12年来第一次洗澡，剪去杂乱的头发，刮去充满沧桑感的胡渣。12年的野人生活，现在收拾干净，倒让他感觉有点不自在。不知有多久没这么踏实的睡过觉了。如今的功法连睡觉时都能自行运气，不知是否受魔教功法影响。此时谭浩的心法早已面目全非，虽然不知这种变化是好是坏，但他确实创造出一种世间从未有过的全新功法。谭浩将这功法命名为暗魂心功。第二天，他换上一袭干练的黑袍，棱角分明，眼里还带着一丝不羁。此处距离华山还有很远一段路程，他需要一匹上好的马。马市里一匹黝黑的骏马引起他的注意，此马野性难驯，眼神里还带着些许挑衅，甚至还有凌驾于其他马匹的威慑感。一人一马相对而视，好似彼
彼此相中对方一般。骑上黑马的谭浩意气风发，马儿长嘶犹如蓄势待发。从今起我就是你的主人，就叫你黑鬼吧，尽情奔跑吧，黑鬼！你我二人共闯这天南地北。马蹄声此起彼伏，日行千里。可半途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眼前的一幕将谭浩惊呆。整个银联商会全军覆没，宛如人间炼狱。可怕的是，所有人并非当场毙命，而是被生生折磨致死。此时死人堆里传来微弱的喘息，竟是小胖子珍宝的父亲。大侠，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救救珍宝那孩子。虽然和珍宝相处时日不多，但一路对谭浩颇为照顾，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你放心去吧，从今往后我不会让珍宝再受半分委屈。还未来得及感谢，珍宝父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黑鬼，我们走，随我踏平那马匪老巢。珍宝，等着我！歹毒的马匪强迫一个孩子手持利剑，硬生生刺进亲哥哥的喉咙，这是他们无聊打发时间的残忍游戏。突然，远处传来低沉震耳的脚步声，漫天黄沙中，一人一马缓缓而来。谭浩拖着一条残腿，每踏前一步，地面都会轰隆作响。他闲庭信步走在人群中，仅仅一个眼神，就吓得众马匪魂飞魄散，无人敢动弹。只见他走到珍宝面前，声音低沉说道：“珍宝，来我这边。”此时马匪头子直冒冷汗，他阅人无数，却从未见过气势如此强大之人。持剑抵住珍宝喉咙，厉声威胁：“你再敢靠近一步，我就杀了这小子！”谭浩没有废话，拳头握紧指关节，发出刺耳的响声。残疾的左脚猛然踏出，冲步或成追。谭浩速度之快，肉眼都难以看清。马匪头子低头怔怔地看着自己的胸口，下一秒犹如烟花般绽放。巨大的轰鸣声让众马匪不自觉捂住了耳朵。等回过神来，被眼前一幕吓傻了。马匪头子血肉横飞，已被轰成了碎渣。谭浩的大手捂住珍宝的双眼，他不想让这孩子看到血腥的一幕。这时，一人叫嚣道：“你是何人？”“我乃血狼帮副帮主来福。”谭浩一脸不屑，嘴唇露出一抹讥笑。“那又如何？”血狼帮见状，所有人蜂拥而上，杀了这小子，为帮主报仇。这么多人，不幸打不过这2条胳膊1条腿的瘸子。上千人四面八方向谭浩冲来。谭浩右脚轻踏残腿虚脸，侧身躲过劈砍来的剑光，坚硬的拳头化为收割的杀气，无数拳影在人群中席卷而过。破空声之后是众马匪的惨叫声，一时间血肉纷飞，哀嚎遍野。谭浩的黑袍被鲜血染成了血袍，带着血红的双眼宛如魔神屹立在残肢中。拥挤而来的人群忍不住止住了脚步，这不是围攻，而是单方面的屠杀。剩余马匪全都跪倒在地，求谭浩别再屠杀了，比这样对我们赶尽杀绝，不觉得太残忍了吗？谭浩吐出一口浊气，放声笑道：“残忍？你们让那些孩子目睹亲人惨死就不算残忍？”来福急忙跪到珍宝面前：“小娃娃，我们知道错了，你就饶了我们吧。”自从父亲浑身是血，用身体护住自己那时起，曾经天真无邪、不知江湖险恶的珍宝已不再单纯，默默扭过头：“哥哥，我不想看到他们。既然他们无法原谅你们，那就继续接受应有的惩罚吧。”谭浩出手毫不留情，每一拳都有数人倒下。后方的人见状开始四散而逃，可谭浩速度快如闪电，逃！今天一个都别想走！惨叫声此起彼伏，哀嚎遍野。血狼帮的一只苍蝇都要捏死，鸡蛋都被咬散黄了。那一夜，整整上千人的血狼帮无人生还，鲜血汇聚成河流。谭浩轻拍珍宝的肩膀，安慰：“没事了，都过去了，以后你就跟着我吧。”几天后，东边另一群马贼盯上了谭浩，他们收到口信，血狼帮之所以被灭，是因为他们有一颗稀世珍宝——猫眼石。月黑风高杀人夜，一个瘸腿少年在马贼群里肆意屠杀，一人一拳所到之处，哀声遍野，血红色的双眼宛如魔神降临。那一夜，整整上千人的血狼帮血流成河，无人生还。待血雾散去，只留下一群乌鸦对着满地残骸大快朵颐。另一伙马贼闻着血腥味来到此地，死人堆里一处耀眼的光芒引起他们的注意，这正是谭浩给银联商会的猫眼石。有如此稀世珍宝，那伙人身上应该还有宝物。吩咐下去，让手下前去半路截杀。可怜的马贼还没意识到，这满地尸骸仅是谭浩一人所为。此时的谭浩二人已到附近的城镇，随意找了家客栈歇脚。这里大多数人是路过此地的商团，他们说起血狼帮，无不提心吊胆。看来他们还不知血狼帮已被谭浩尽数歼灭。这时门外2个身影缓缓而来，容貌绝美的女子身后跟着一个驼背老人。他们的出现引起一阵骚动，这破地方竟然会出现如此美人。驼背老人扭头怒目而视，他的眼神冷若冰霜，将众人震慑得噤若寒蝉。这时气质出众的谭浩引起女人的注意，那深邃的眼神、淡然的神情与此地格格不入。他一时间竟看失了神。身边的老人用低沉沙哑的声音提醒：“小姐，注意言行举止，要是被楼主看到，他一定会生气的。”女子轻叹一声：“父亲又不在此地，确定是那个地方了吗？”老者不假思索道：“确切无疑。”随着离华山越来越近，谭浩对师傅越加思念。黑鬼，咱们加把劲赶路，到时候带你去华山爬百尺峡。突然，那驼背老者出现在身后：“你是何人？你和他们是不是有什么关系？”谭浩不明所以。他们是谁？两人四目相对，沉默之间又好似一场交锋。此子我竟无法看透，我黑奴至今阅人无数，一般人无法与我对视。此子眼眸深邃稳重，竟没有丝毫动摇。他身上有一股死人堆的气息，竟让老夫有几倍发凉的感觉。随即目光落在谭浩的腿上，
竟是个瘸子，可惜了，瘸腿之人无法保持身体平衡，从而阻碍他的行动。看来你并不是我要找的人，不过你要牢记，无论这里发生何事，你都不要管。说罢转身就走。谭浩心想，这哪是嘱咐我，分明就是在威胁我。归心似箭的谭浩并不想多管闲事，第二天带着珍宝继续赶路，半路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前方满地尸骸，血气弥漫。珍宝一眼就认出那是上次银莲商会幸存下来的人。所有人被生生折磨致死，手法极其残忍，看样子应该是遭到血狼帮背后的势力袭击。可为何尸身偏偏出现在我们的必经之路上？看来对面是冲我们来的。这时树林中一阵耀眼的光芒引起谭浩的注意。珍宝，你待在原地，我去就来。言语中充满自信与淡然，不管前方有何凶险，我当一拳破之。一群马贼在山中做好伏击，当目标身影出现时，数百人群拥而上。可他们还是小看了谭浩的实力，那魔神般的身影像死神的镰刀收割着生命，每次挥舞的拳头都带着空气爆裂的声音，不知屠杀了多久。痛苦的哀嚎声戛然而止。谭浩仰头甩了甩脸上的血水，你们为何对那些商人下毒手？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价值，他们是生是死都对这世间没有任何影响，这便是我杀他们的理由。谭浩冷哼一声，这就是所谓的江湖，你们背后又是何势力？我会让你们明白什么叫江湖险恶。狂妄的小子，听好了，我家主乃西川山庄言和胜。谭浩冷笑道，原来如此，现在是你们证明自己活着是有何价值的时候。所有马贼再次蜂拥而上，区区一个瘸子竟敢如此狂妄，回应他们的是如钢铁般的拳头，他的左脚是弱点全力攻击下三路高阶刀法追风斩，谭浩左腿贴着刀光躲过。别人看中的弱点实则已经被他练得炉火纯青，攻击只有简单的招式冲过、破城追，一人一拳，数百人被斩尽杀绝。此时谭浩脑子里还牢牢记着一个名字：西川山庄。此时西川山庄庄主言和胜脸色尽显担忧，他手下的马贼庆川邪术摆手下，说是发现稀世珍宝前往争夺，如今却迟迟未归，数百人没任何消息，好似人间蒸发了一般。他并不是担心手下安危，而是现在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几天前他在南郊的山上发现一个血魔种，血魔乃100多年前的秘辛，里面有无数珍宝和血魔的传承。丧心病狂的言和胜抓了当地所有壮丁为其开采，一时间民不聊生，哀声四起。那女子和驼背老人是血沙楼派来调查此事的，如果让言和胜获得血魔传承，江湖上将会再次掀起血雨腥风。传说南郊江中有一种怪鱼，天生锋利獠牙，坚硬鲜红的鳞片如铠甲覆盖全身，食其内丹可治百病，大补元气。当地百姓称之为红鳞怪鱼。自从谭浩覆灭马贼团伙后，珍宝不知是否受到刺激，生了一场大病，昏迷不醒。谭浩只能带着他到一处马场借宿，询问马场主人附近是否有医馆，但此地一片平原，并无救治之所。场主给谭浩出了主意，距离南边500里有一条赤色的江，江里有红鳞怪鱼可治百病。谭浩马不停蹄前往江边，用树木做了个简易木筏寻找怪鱼的踪迹。当务之急是设法引诱怪鱼现身。谭浩用刀割开自己的手掌，希望鲜血能引起怪鱼的反应。随着血液的弥漫，水中突然一阵巨力袭来，木筏在水面不断摇晃，似乎快承受不住要散架一般。突然一道红光自水中窜出，红鳞怪鱼摇曳着庞大的身躯，呲着一口獠牙朝谭浩扑来。谭浩抓准时机，举起手中木刺，手中内力暗喻，木刺如闪电般自怪鱼嘴中穿透而过。另一边，血沙楼少主沈玉与驼背老人已调查到血魔种的方位。只见老者手指间出现6枚金钱镖，从10米高的崖壁跃下，金钱镖脱手而出，正中守门之人眉心，哼都没哼一声就栽倒在地。老者竟是江湖上消失已久的一手绝魂黑奴，而洞中的一幕令他们气愤无比。此处尸横遍野，满目疮痍，看如此景象已不是一朝一夕。近年来过往的商团壮丁大部分失踪，看来是被抓到了此地。而保护过往商团安全是血沙楼的职责，当务之急是回去禀报楼主，派人解救。这时身后出现一群人，将2人包围，带头之人正是西川山庄庄主言和胜。哟，血沙楼少主大驾光临，不知所谓何事啊？你将他们囚禁此地，滥杀无辜，难道就不怕人神共愤吗？言和胜阴阳怪气道，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这里是血魔的遗尘，有宝藏无数和血魔的传承。2人闻言脸色大变，血魔种，看来让他们找到了。正如你们所想一样，血魔心爱的宝刀赤心已经被我找到了，有此刀在手，还有谁人是我的对手？老者大惊，连声喝道：“小姐快走，此雾邪门异常危险！”言和胜挥动魔刀，一时间魔气四起，整个山洞弥漫着诡异的红光。黑奴一把将沈玉甩出包围圈：“小姐快走，这里有老奴挡着，速去禀报楼主。”仅仅一道剑光，沈玉就受了内伤。血魔宝刀当真恐怖如斯，当务之急是尽快回去通知父亲，派人营救黑奴，而后面的追兵也紧随而来，绝对不能让那丫头跑了。若血魔之事公之于众，必定承受9大门派围剿。此地一片平原，途中只有一个马场，我等速去拦截。沈玉跌跌撞撞来到马场，他深知此地不宜久留，
必须尽快回去报信。可刚上马就被当成偷马贼，一声暴喝，所有牧民纷纷出来围堵，来不及解释了。为了此地百姓的安危，沈玉甩鞭驱马冲出人群，突然一支冷箭爆射而来。小妞，你还想逃往何处去？沈玉被一支利箭拦住了去路，所有马贼没有怜香惜玉，蜂拥而上。当务之急是尽快将沈玉拿下，以免节外生枝。沈玉自知此时再难以逃脱，持剑冲入人群，打算拼死一搏，但毕竟双拳难敌四手，很快就在围攻中节节败退。这时牧民中有人认出这伙人的身份，西川山庄个个心狠手辣，大家赶紧逃命，莫被殃及鱼池。为首壮汉见状下令，血魔之事事关重大，不得出半点差池，在场的人一个都不能留。无情的铁剑疯狂屠杀着牧民，所到之处惨叫连天。这群畜生连几岁的孩童都不放过。沈玉有心营救，却也力不从心。就在这时，地面突然传来咚咚的脚步声，仅凭脚步声就震得众人喉咙发紧，心脏骤停。众人纷纷停下动作，注视前方。谭浩一袭黑衣缓缓走来，来者何人？西川山庄办事，速速给我滚开！回应他的是如钢铁般的拳头，一拳，仅仅一拳就将那人打成血雾。马贼见状已被吓得魂飞魄散，此人气势如此强大，我们全部人加起来恐怕也远远不是他的对手。这位大侠，我乃西川山庄丧彪，这女人犯了擅闯本庄的大罪，我等抓到她就走，绝不逗留。谭浩闻言发出一丝冷笑，西川山庄很了不起吗？你们到此杀了那么多无辜百姓，现在还想安然离开？他的声音低沉沙哑，宛若在无底洞中回响。不等众人反应，谭浩哭哧又是一拳砸飞一人，那拳头如流星般带着破空声在人群中划过。面对谭浩，这些人就像陷入泥潭，变得软弱无力。伴随着拳头的轰鸣声，现场鲜血四溅，惨叫连连。此时谭浩就像不折不扣的杀神，让马场所有人都感到恐惧。即使出生世家的沈玉也没见过如此场面，他简直就是一个屠夫。数十人的队伍此时只剩下丧彪一人。你不要过来，我是西川山庄管家，你若动我家主，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一旁的沈玉连忙喊道，绝不能放他走，他们抓走很多商团做苦役，滥杀无辜，丧尽天良。闻言，珍宝咬紧了牙关，我父亲也是死在他们手里的。这时丧彪手中出现5枚金钱镖，甩手就朝谭浩射去。谭浩左腿蓄力压低身子躲过攻击，一个弹射抓住丧彪衣领，嘎巴一下狠狠砸向地面。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杀气，一拳接着一拳猛砸地面。所有人都震惊了，这还是人吗？牧民们更是吓得浑身颤抖，从牙关中发出咔咔咔的声音。全场只有珍宝一人习以为常。待谭浩起身时，丧彪已经成了一股尘烟，拳头快速的冲击将地面摩擦出了火星子。谭浩微微转头看向众人，那凌厉的眼神中杀气还未散去。他上前对沈玉质问道，你为什么要逃到这里？难道不知道他们一直跟着你吗？沈玉泪眼婆娑，我也是没办法，为了和平与大义，我必须回去报信。话音刚落，谭浩一巴掌狠狠扇在沈玉脸上，狗屁的大义，为了大义就能牺牲无辜百姓的生命吗？珍宝，我们走，去把黑鬼牵来。随即与马场众人告别，这段时日多有打扰，场主心有余悸，西川山庄人马皆灭于此，恐怕马场也将不复存在了。各位请放心，你们担心的事情不会发生。珍宝，我们走，去西川山庄。棺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严和胜将其打开的瞬间，魔光四起，血气滔天，里面是一本功法和一颗丹药，这便是血魔种里挖出来的传承。严和胜迫不及待地拿起红色的丹药，放入口中，直接咽了下去。仅仅瞬间，强烈的疼痛感席卷全身，腹中好似有把炙热的刀在乱刺一般，炽热的火焰顺着经脉游走，头似乎要炸裂开来，剧烈的痛苦让他不断发出哀嚎。另一边，西川山庄的大门猛然炸裂开来，冲步破城锥，一人一拳，大门像纸糊般轰然破碎，顺便击杀守门小队首领。谭浩一袭黑袍宛如魔神降临，让严和胜老贼出来见我，竟然冒犯庄主，给我上！谭浩并没有闪躲，任由无数刀剑在身上劈砍，但却无人能打破谭浩的防御，最后只能气喘吁吁地停下。你们太弱了！话音刚落，一记重拳带着音爆声轰杀而过，谭浩眼里充满杀气，并无一丝怜悯。恐怖的雷声响起，便有人被炸飞。经过千锤百炼的精良武器，在谭浩面前如同破铜烂铁，整个西川山庄死伤无数，遍地狼藉。这时门外出现一队人马，这小子是个狠人，把山川弄成一片废墟了。我等乃血杀锋7人众。谭浩仰头嘲讽道：“那又如何？”暗地里却心生警惕，这伙人不简单。血杀锋是曾威名远扬的马匪，一手阵法混天斩魔阵，令人闻风丧胆。此阵需要200来人像齿轮一般衔接转动，进行连环攻击。这并非是简单的合击阵，而是能将阵中每个人的力量提升到极限。谭浩忽然感觉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挤压全身，双腿不自觉弯曲，陷入地面。无数身影朝他纷飞而来，他们就像泥鳅般难以捕捉。谭浩只能竭尽全力闪躲。此时他已精疲力尽，这样下去内力很快就会被耗光。一个破城锥击杀一人，再怎么举世无双的阵法人数也不会增加，只要逐一击破便是。只要挥出200拳便能破阵。6把刀砍在谭浩后背上，众人还没来得及高兴，谭浩整个身体剧烈颤动起来，
瓢虫护甲，这是他从瓢虫身上得到灵感创造出来的护体功法。抓准时机，一拳直取7人众老大咽喉，自此阵破。失去阵法的加持，再也无人是谭浩的一拳之敌。他如猛兽般挥拳收割着生命。男人吞下一颗魔丹，瞬间一股难以忍受的痛苦席卷全身，他的肌肉数十次撕裂在愈合，浑身骨头咔咔作响不停移动。这种痛苦足足持续了1天1夜。在魔丹的改造下，硬生生将严和胜的筋骨进行重塑，身体也转化成修炼血魔功法的最佳体魄。但魔功毕竟是能影响人心智的功法，此时的他异常渴望鲜血，在心中谋生一个丧心病狂的想法。还不知山庄变故的他来到血魔冢，手持魔剑见人就杀，他竟要拿此地数百奴隶来祭剑。此魔物可吸收鲜血来提升其主人内力，沐浴血液的魔剑散发着诡异的红光。此时严和胜已经杀红了眼，内力不断攀升的快感让他越发疯狂。其余奴隶吓得四散而逃，可严和胜怎会轻易放过？一挥剑又是数人惨死剑下，被杀之人全身血气都被魔剑吞噬殆尽。被囚禁的黑奴看得怒目圆睁，有心营救却又无法动弹。你做这等天神共愤之事，必遭天谴。严和胜一脸讥笑：老东西，你一个阶下囚也敢对我指手画脚？突然，整个山洞传来咚咚的声音，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靠近，就连魔剑都在不断轰鸣，好似在害怕一般。严和胜派出手下前去查看，可刚到门口，整个身体又倒飞了回来，浑身是血的谭浩走入洞中。你可是西川山庄庄主严和胜，总算找到你了。那魔神般的煞气让他忍不住咽了口唾沫。谭浩如脱缰的野马，左脚踏进山河碎，臂拳挥出万城开，冲步破城追。此时西川山庄门外一队人马正在靠近。自从沈玉与谭浩分开后，他就马不停蹄回去报信。血沙楼楼主立即带队赶往西川山庄。当他们赶到石庄内，却寂静的可怕，血红的地面遍布尸骸，所见之处宛如人间炼狱。究竟是何人在此大开杀戒？沈玉心里明晓，喃喃自语道：只有那个男人才能干出这种事情。父亲闻言满是震惊，此处如同千军万马踏过，怎么可能是一人所为？全体集合进攻血魔冢，我倒要看看是何神人有如此魄力。所有人施展轻功，破风般涌向山洞。洞外一片荒凉安静的可怕。突然，一股强烈的气波从洞中涌出，一个衣衫褴褛的身影倒射而出，正是狼狈不堪的严和胜。二人不知意气风发的庄主为何变成如此模样。只见严和胜朝洞口厉声喝道：我们有何冤仇，要这般不死不休？山洞深处，谭浩拖着残腿走来，无冤无仇，但是你惹到我了。严和胜闻言彻底暴怒，看来今天必须拼个你死我活。手臂青筋抱起魔剑，闪着渗人的红光，用上百人鲜血提升功力，他已今非昔比。魔剑只要砍到他身上，就能吸光他所有血气。一个瘸子也敢与我魔剑争辉？封天不乃严和胜成名身法，此身法令人眼花缭乱，看起来像多了10多个身形。无数剑影带着杀气朝谭浩袭来，谭浩像闪电般在剑气中辗转腾挪，仅凭肉掌便挡住魔剑一击。严和胜大惊，魔剑锋利劈山碎石不在话下，如今竟被一手挡下。只见谭浩手掌表面形成一个气尾，如鬼魅般在刀刃间来回穿梭。这是谭浩融合竹叶手、伏虎拳等基本拳法创造出来的独门武功银王手。突然，谭浩招式一变，左脚抬起向地面猛踩而去，轰隆的响声如天雷般炸开，仅凭脚掌震动的破裂声，就几乎将在场所有人耳膜震破。严和胜感觉脑袋快炸裂开来，高手过招生死只在一念之间。谭浩快如闪电般擒住严和胜衣领，高高举起，冷漠地看了一眼，随即猛地砸向地面。严和胜头骨传来裂开的声音，霸权第一式地天机。谭浩无数的拳影猛砸地面，这是在地下空洞粉碎岩石创造的招式。待他起身，带着火星的深坑里已经没有严和胜身影，直接被轰成了碎渣。众人看着谭浩的背影，头皮一阵发麻。西川山庄2000多号人一夜之间尽数覆灭。血沙楼楼主忍不住想到，这人是来自地狱的阎王吗？谭浩扭头，眼中杀气还未消退，冷漠地对楼主说道：你来善后吧。古代穿越城池规矩繁多，守门士兵常常趁机收取入关商人过路费来中饱私囊。嘉峪关乃踏入中原的第一关卡，来者何人，请表明身份。出示通关文牒，但守城军并不放行。谭浩气质不凡，定要狠狠宰他一笔。而那冷漠的神情也令他有些不爽，一只手抓住谭浩胳膊，内力暗举，这是中南派绝学乾坤擒拿手，被擒住之人不管用什么方法都无法挣脱。谭浩面无表情，冷冷说道：把手放开。随即胳膊稍一用力，对方手掌被震得骨头咔咔作响，手指以一种诡异的角度弯曲。如果你再用手碰我一下，以后你就得用脚吃饭了。这家伙功夫深不可测，没必要为了几两碎银与其硬碰。随即大喊打开城门放行。进入中原，谭浩对师傅越发想念，马不停蹄赶往下一城池。二人随意找了间客栈落脚，此地名为兰州，鱼龙混杂。从客栈的客人口中得知，近日红岩山庄庄主李易峰将举办寿宴。珍宝自跟着谭浩以来，一直过着腥风血雨的江湖生活，但他并未忘记成为天下第一厨的梦想。食物入口便能尝出里面放了几种香料。哥，我想去集市一趟。谭浩早就将珍宝视如己出，也许只有在师傅和珍宝面前，他才会露出久违的笑容。集市里的新鲜食材眼花缭乱。珍宝路过一家面店，老奶奶似乎身体不是费力地揉着面团，善良的珍宝决定上前帮忙，手法娴熟，左拉右扯之间，面条已然成型。吃的几位客人大呼过瘾。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牛肉最多的兰州拉面了。这时那人发出邀请，想要珍宝帮忙几天。原来他是红岩山庄的大厨子李焕。随着前来贺寿的人日渐增多，山庄内的人手已经分身乏术。这时珍宝将眼神投向谭浩，谭浩露出宠溺的笑容：“你想做什么就去吧。”次日二人便被请回山庄住下。进入到厨房的珍宝变得异常兴奋，娴熟精妙的刀工引人惊叹，18般厨具更是手到擒来。另一边，谭浩在放马时听到一个令人作呕的声音，来人嚣张无比：“小子，这马开个价钱卖给我吧，这么好的马让你一个瘸子骑太可惜了。”谭浩强忍怒气，冷漠地看了他一眼。好在他师妹通情达理，拱手道歉，不然这小子怕是要知道一拳超人的厉害了。此时庄内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一个声音粗犷的嗜酒之人引起谭浩的注意，此人实力浑厚，定是非凡之辈。这时那人热情说道：“兄台，这里有位置，可否与我小酌几杯？”谭浩的瘸腿让他眉头一皱。杯来酒往，得知那人叫楚燕云，粗犷的嗓音尽显洒脱之感。什么是朋友？这是此时谭浩心中的想法。自他懂事以来，身边只有如父亲般的师傅，并没有人愿意再与他亲近。华山数千同门师兄弟并没有带给他一丝温暖。如今楚燕云一句朋友，在他波澜不惊的心中激起一阵涟漪。活了30多年，还没有人跟他说过这样的话。你愿意和我当朋友？跟一个瘸子走在一起，你不觉得会丢人吗？楚燕云放声一笑，那又如何？整个人十分洒脱，充满真诚。谭浩没有在他笑容中感到半点虚假，一股温暖的感觉在心中激荡。这时门外传来一阵吵杂声，崆峒派人前来贺寿，所来之人引得所有人侧目。来人是名震江湖的九五龙之一，天雷五克南鹤。九五龙乃当今江湖最强的后起之秀，可引领武当100年的奇才无双剑陈武英。华山派贤剑真人亲传弟子华山孤剑明经，点苍派俗家弟子疾风阎罗表西云，昆仑派无影神龙岩太谦，青城派四川一星青云，少林弟子一拳崩山少谦和尚，中南派剑神秦汉手。较为特别的是海南派女侠海中花海小月，人美声甜武艺高，是众多江湖儿郎追求的目标。最后一个就是崆峒派天雷五克南鹤。相传崆峒派为了为其增强内功，6位长老将自身一般功力传给了他。若知论内力，他算得上是天下第一了。就在楚燕云为谭浩娓娓道来时，身后的酒瓶被人一脚踢飞，南鹤一脸的不屑：“楚燕云，你那神神叨叨的嘴还在呢。”其他人被楚燕云3个字引起了骚动。浪子醉龙楚燕云，数十年前魔教猖狂，华山派首当其冲，为各大门派争取时间。世人只知9大门派平定江湖，却忘了其中还有一支神秘的队伍。浪人张一山一手刀法出神入化，许多无门无派的侠客被他的英勇折服，以他为中心建立了一个门派。张一山带领门人100次与魔教交锋，无一败绩，因此门派得名百战门。楚燕云便是张一山的关门弟子，虽不是九五龙之一，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比九五龙的名头还要大。南鹤一脸不屑嘲讽：“你师父怎么收了你这是9如命的废物？”楚燕云抬头与其互相嘲讽几句，没想到在这碰到这种烂人，真是晦气。南鹤说完转身离开。楚燕云洒脱大笑，对谭浩说道：“朋友，无需在意他人说法，来继续喝酒。”次日庄主的寿宴如期而至，李易峰为了感谢大家前来捧场，准备了个助兴节目，只要有人能闯过这10方迷阵，就能获得山庄珍宝清月剑。清月剑可是削铁如泥的宝物，一时间所有人争先恐后，势在必得。人群后的谭浩却对此不屑一顾，不过是拿堆铁迷惑人的把戏，还不如去看看黑鬼呢。可马棚的一幕令他怒火滔天，黑鬼身上布满触目惊心的鞭痕，鲜血淋漓。谭浩牙齿咬得滋滋作响，到底是何人敢动我的马？龙有逆鳞，触之必死，而谭浩的逆鳞就是珍宝和黑鬼。如今黑鬼被人鞭打成这等模样，他怒气冲天，牙齿咬得滋滋作响。到底是谁敢动我的马？西厢房一伙人正在喝酒，那破马真够烈的，怎么抽都不让我骑。等宴会结束了，一定要弄过来好好调教调教。这时院内传来一深一浅的脚步声，几人看着谭浩一脸的不屑，此地可不是一个瘸子废物能来的地方，还不赶紧滚出去，莫要扫了大爷的雅兴。谭浩眼神凌厉，声音低沉道：“你为什么要动我的马？死瘸子，我就骑一下你那破马又如何？给脸不要脸，还敢来这撒野！”说话间，拳头带着风声冲向谭浩，只听啪的一声，那人倒飞而出。在场没有人能看清谭浩的拳头。谭浩已经极力控制自己的怒气，宴会在即，他不想过多惹事，但奈何麻烦偏偏主动找上门。既然你有胆子觊觎别人的东西，那你就要做好失去自己宝贵东西的觉悟。这时旁边有人大喝阻止：“我乃崆峒派弟子尹伤寒，请勿伤我朋友性命。”谭浩碎发遮住眼帘，看不出任何表情。那又如何？言语间似乎并不把崆峒派放在眼里，竟敢无视我崆峒派！只要你跪下道歉，我饶你不死。说完，双手交叉运转内力，此乃崆峒派绝学通天拳，只有1代弟子才可修炼。看来此人在崆峒派中地位不简单。谭浩低着头背气的大笑，本不想惹事，可为何偏偏有人欺我？是看我瘸腿人人可欺，或者这就是弱肉强食的江湖？此时谭浩周身布满强烈的煞气，既然世道不公，我便打破这苍穹，打到人人怕我，让这世人知道我谭浩并非废物。浓烈的杀气让尹伤寒冷汗直流，但此时绝不能退缩，不能再次折了门派的威望。刚猛的拳法迎面而来，
如此近的距离，任谁都无法避开。可谭浩并无闪躲的想法，一股无法抵挡的吸力将对方拳头吸入掌中，五指按破青，尹伤寒手臂被拽得嘎嘎直响，强烈的气浪如一条游龙将他震飞出去，手臂以一种诡异的角度弯曲，仅仅一招尹伤寒就败了。此时他心中只有一个疑问：此人到底是谁？他捂住手臂，没有发出一丝惨叫。我输给了你，是我学艺不精，不是崆峒派输给了你。谭浩看此人十分有骨气，是条汉子，默不作声，转身离开。次日，南鹤看到绑成木乃伊的尹伤寒，大发雷霆：是谁敢伤我崆峒派弟子？尹伤寒求情道：这是我技不如人，怪不了他人，我不想再把事情闹大。但南鹤并不想就此罢手，伤我门派颜面，我必让其付出惨痛的代价。此时谭浩正享受着珍宝做的美食，可屋外嘈杂，人满为患，他们都想在南鹤出手前表现自己，从而抱上崆峒派的大腿。所有人都在指责谭浩无故伤人，谭浩被这无耻的行为气得仰天长啸。这一刻，他明白道理是掌握在拳头硬的人手中。众人没料到谭浩如此杀伐果断，多数人心里已经打起了退堂鼓。但谭浩的杀戮并没有停止。你们说我是魔头，那我便化身成魔，想要将我踩在脚下，就要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这时，一道身影持剑破空袭来，手里拿的正是清月剑，凌厉的剑气直取谭浩咽喉。谭浩并没有闪躲，而是仅凭肉掌稳稳抓住剑刃。这就是你们口中削铁如泥的清月剑。随之清脆断裂的声音在人群中炸开，谭浩下手毫不留情。他深知弱肉强食的江湖根本没有道义可言，出生世家的人哪见过如此血腥场面，纷纷吓得双腿发软，节节后退。此时谭浩身后已是满地残骸，想活命的就给我退下！这时庄主李易峰闲庭信步走了过来，胆敢在我红岩山庄杀人，你若乖乖束手就擒，待我查明事情原委，对你从轻处罚。谭浩露出一抹讥笑：你算什么东西？身为此地庄主，众人欺我辱我时你在何处？发展到如今局面，你出面一句话让我束手就擒，简直就是胡说八道！李易峰闻言浑身内劲运转，强大的气流震得一物啪啪作响。可谭浩接下来的话让他错愕：你应该没有亲手杀过人吧？你可曾为了生存拼尽全力，沾满鲜血？谭浩充满杀气，猩红的双眼死死盯着对方：你就是只隐藏在深山老林的纸老虎，失去野性的纸老虎就不要出来与我硬碰硬，不要让你的兽臣变成你的继任。不知是否被谭浩的煞气震慑，李易峰浑身不停颤抖。这时一道身影走来，淡淡说道：到此为止吧。来人正是崆峒派天雷五克南鹤。小子，你必须跟我走一趟，伤我门派弟子已是破坏了江湖规矩，随我回去让本派长老定夺。谭浩埋头缓缓说道：什么是江湖规矩？不可随意杀人，不可挑起矛盾，这就是江湖规矩。乖乖束手就擒，是我给你最后的忠告。谭浩碎发遮脸，眼神冰冷：你算个什么东西？对方闻言大怒，头一回我南鹤的名字竟如此被人不当一回事。江湖厮杀既分高下，也决生死。南鹤是谭浩至今为止遇到最强大的劲敌，拳头上内力暗聚，犹如闪电般滋滋作响。小子，此战若我赢了，你便随我回崆峒派接受应有的惩罚。虽然对方气势强大，但谭浩依旧波澜不惊。若是我赢了呢？若你赢了，此事就此结果，我保证在场所有人不会再找你麻烦。南鹤气韵，全身电鸣般滋滋的声音在空气中传开。满雷星功，这是崆峒派只传一人的独门功法。轰鸣的雷爆声在人群中炸响，二人交手速度极快，电光火石之间已是数百回合。如此凌厉的攻击都未能伤得双方分毫。南鹤手中招式突然一变，高阶拳法追云拳，此拳法如其名，一拳便能破开满天乌云，威力十分强大。而谭浩攻击方式依旧是那一招一式，冲步、破城追，有的只是那一往无前的气势。二人拳头剧烈碰撞在一起，一瞬间仿佛能听到空气被摩擦出咔咔的声音。南鹤手中传来撕裂般的疼痛，这小子好狠的拳！我自幼习武，服用各种灵丹妙药数不胜数，六大长老各传一半功力于己身，如今一拳竟奈何不了一个瘸子。谭浩也是心中诧异，破城追第一次被挡住了，手中的刺痛感竟然让他感到愉悦。迄今为止，他还没遇到一个令他满意的对手。寻常人光是看到眼神就已吓得瑟瑟发抖。谭浩不由自主地发出一阵狂笑，那是一种棋逢敌手的兴奋感，而在南鹤眼里，这是一种羞辱，大骂他是疯子。僵持不下的战斗已让他颜面尽失。谭浩残腿发力，身体成一条直线冲向对方，一招一式的攻击方式始终是他的短板。南鹤以大致摸清他的虚实，脚下生风施展出离合步，此步法一步便能有10次变化，让人捕捉不到身形。电光火石间，南鹤看似躲过这记重拳，实则五脏六腑传来撕裂般的疼痛。反观谭浩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声，依稀能听到腿部传出断裂的声音。刚刚攻击的瞬间，谭浩扭转身体，改变了攻击方向。这种方式腿会因无法承受住压力而断裂，简直就是伤敌1000自损800。违背常理的谭浩让所有人都感到恐惧。南鹤深知必须速战速决，无数拳影在空中绽放。此乃崆峒派绝学七伤拳，每中一拳，五脏六腑会受烈焰焚烧之痛，承受七拳者灵魂都将粉碎。可谭浩不闪不避，反而一头往拳影里钻去。众人大惊，这小子
找死不成。只见谭浩全身不知被何物包裹住，全引致他身体表面尽数被弹开，无法伤他分毫。这正是谭浩观察金龟子后自创的护体功法金龟盾。连续施展绝学的南鹤此刻气喘吁吁，心中震惊，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谭浩抓准时机，以简单粗暴的方式进攻，冲步破城锥，他的拳头如鞭子般朝南鹤脸部飞去。南鹤双手在胸前形成一个护盾，准备挡住谭浩破城锥的瞬间，谭浩拳头竟不可思议的越过阻挡，狠狠击中他的腹部。霸拳第二式截天拳，此招式可瞬间断开每块骨头，再自由移动，让敌人无法预测招式的变化。南鹤身体如风筝般倒射而出，在落地的一瞬间，南鹤以一种诡异的身法停留在半空。七星满雷星功，此法能瞬间劈下数十道雷电，周围人见状慌忙后退，若被雷电击中，瞬间就会化为木炭。此时的南鹤已经起了杀心，谭浩不退反进，径直冲入雷霆，雷电击打在身上，却让他无比兴奋。依旧是金龟盾弹开无数道雷电，手中招式化拳为掌，以刁钻的角度伸到南鹤身前，一股庞大的吸力拖掌而出，五指按破青爆，南鹤身体倒飞数掌，倒地的瞬间碎石乱飞，场上死一般寂静。没有人能想到95龙之一的南鹤会败。谭浩满脸是血，大口喘着粗气。众崆峒派弟子叫嚣着要为大师兄报仇，谭浩只是转身冷冷地看着他，手中的拳头捏得咔咔作响，光凭气势就吓得众人不敢动弹。这时南鹤强撑身体大喝道：“都给我住手！我输了是我技不如人，按照约定谁也不能找他麻烦。我南鹤虽争强好胜，但也并非胆小之辈。我败了，但崆峒派没败，待我修炼大成再来向你挑战。阁下可否留下性命？江湖儿郎名门正派本该如此。”谭浩心中欣慰道：“我叫谭浩。”听到谭浩的名字，南鹤身体一个趔趄，栽倒在地晕了过去。这时人群有人惊呼：“是他！”仅凭一人连灭2个山庄的跛脚高手，江湖人称瘸腿杀神。自古青楼烟花之所，乃消息最灵通的地方。谭浩有一无比重要的事情需要打探。自与南鹤一战后，谭浩带着珍宝随着商船一路南下，沿途秀丽风景，谭浩却无心观赏。出关至今，手上的血好像从未干过。师傅时常告诫自己要警惕心魔，如今虽并非陷入心魔，但似乎变成了江湖人口中的魔。不知师傅知晓后会作何感想？这时，一个如云雀般悦耳的声音传来：“你是头一回见长江吗？”女孩约摸13、14岁芳龄，一身黄衣，笑颜如花，尽显俏皮之感。从未与女孩打过交道的珍宝一时间看失了神。女孩见珍宝害羞的样子，笑声越发清甜悦耳：“小胖子，问你话呢？我叫尹小青，你叫什么名字？”回过神来的珍宝红着脸交谈，很快二人便熟络起来。得知女孩也要前往洞庭湖的天下第一楼，这时身后突然窜出一名护卫：“小姐，请不要随便在陌生人面前暴露行踪。”女孩一脸俏皮：“怕什么呢？不是有你保护我吗？”转眼数日匆匆而过，货船停靠于洞庭湖乐阳府码头。刚下船，便让珍宝先去找个客栈歇息，自己还要去一个地方。一条大街上挂满通红的灯笼，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胭脂味，衣着清凉的女子四处招揽客人。这是谭浩第一次来烟花之地，一个妩媚的女子引起他的注意。“公子，随我去天上楼如何？”谭浩不假思索，冷冷道：“前面带路。”充斥着胭脂味的房间让谭浩有些不自在。女子刚要上前，却被谭浩凌厉的眼神定住，从兜里掏出一块极品猫眼石：“我要见你们楼主。”谭浩深沉的眼眸，冰冷的嗓音，让女子愣在原地无所适从。这时一个身影推开了大门：“你先出去吧，这位客人你接待不了。”此女面带轻纱，声音如莺啼般悦耳：“公子很是面生，不知从何而来？”谭浩轻笑一声：“开门见山吧，玄武门舵主。”女子闻言瞪大双眸，满是震惊：“不知阁下为何知道本门据点？”谭浩神奇清冷淡淡说道：“一个会武功的艺妓会在街上当接待吗？这些都不重要，帮我找个人，那猫眼石就是你的了。”18年前，山西省出现一群马匪，他们与魔教勾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为首之人左脸一道很长的刀疤，在谭浩的叙述中，似乎能听到咬牙切齿的声音。女子不解道：“为何要找我们？”谭浩眼神冰冷，杀气弥漫：“不管要多久，给我找出来。”随后转身扬长而去。这时房内暗格走出一道身影：“小姐，此人身份已查明，数月前一位跛脚高手连灭2大山庄，95龙之一的南鹤也败在其手下，江湖人称瘸腿杀神。”女子大惊，传令下去，所有人马出动，帮其调查此事。这人是我们惹不起的存在。一群东瀛人涌入客栈，欲在此地举办夏日祭。他们以友邦交流为由逗留于乐阳府，暗地里却嚣张跋扈，遭当地百姓所不齿，甚至成立一个门派，名为武士门。在客栈里用餐的谭浩二人遭到清场：“你们低，吃完低，赶紧走！”蹩脚的话语引得谭浩一阵不爽，弹丸之地也敢来我中原放肆！正欲出手，却被门外的嘈杂声打断。来人是武士门少门主，没穿裤子。他来此是为了接待一位重要的贵客，那人便是海南派女侠海中花海小月。面对故作姿态的东瀛虚里，他眉头一阵紧锁。若不是门派让他出面做武学交流，他才不愿与这些令人作呕的人见面。海小月的出现很快引起了轰动，明眸皓齿，柳叶带眉，不愧为天下第一美女。路过谭浩身边时，他不自觉看了一眼，寻常之人见他都会忍不住多看2眼。此人神色平稳，目不斜视，似乎对自己的出现无半点兴趣。
去。厢房内没穿裤子，拱手寒暄。久闻海小姐大名，果然名不虚传，乃天下第一美人。海小月只言片语，自顾自欣赏洞庭湖的风景，似乎对此交流提不起半分兴趣。没穿裤子一脸贪婪地盯着他。身为武士门少主，想尽世间荣华富贵，对他来说，身边唯一缺少的就是这样一位美娇娘。随即命手下拿出礼物，此乃我东瀛大师所铸的天云剑，望海小姐收下。海小月哪不知此人心思，拍案而起，对这虚伪之人已忍耐到了极限。若论宝剑，我手中之物比你那所谓大师所铸强上百倍，言至于此已是尽到礼数，萍水相逢不必远送，希望以后别再来烦我。没穿裤子咬牙切齿，总有一天我会让你臣服于我。海小月独自来到湖边散心，人群中一个黑色身影引起他的注意，察觉有人窥视的唐昊抬起头，仅仅一个眼神就惊得他冷汗直流，那眼眸里只有极致的黑暗，没有任何一丝情绪波动，仿佛无尽的深渊让人深陷其中。这气势让海小月手心冒汗，他究竟是何人？这是他第一次对一个陌生人如此关注。突然，唐昊瞳孔微缩，杀气四面，水中一群东瀛浪人突袭而来，目标正是人群中的海小月。江湖第一美女到底有多强？一群杀手手持利剑如狂风暴雨般袭来，诡异的利刃在月光下闪着蓝光。海小月的眼神变得无比凌厉，脸上尽显淡定与从容，宝剑出鞘瞬间挽出道道剑花，剑影如闪电般划过，轻盈的身法在人群中穿梭，出手精准果断，只断经脉不伤性命。空中飞舞的她就像舞剑的仙女，而唐昊心里却有了疑惑，他的剑法中充满了杀心，此剑法必定是为杀人而创造，而海小月本身并无杀心，杀人剑法而主人却无杀人的意志，根本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威力。电光火石间，所有杀手躺在地上哀嚎。海小月英姿飒爽，利剑直指一人咽喉：“是谁派你们来的？”那人眼神凌厉，视死如归，从怀里掏出一物，此乃霹雳雷火弹，一旦引爆，方圆30丈将夷为平地。海小月大惊，自己怎能如此掉以轻心？事已至此，只能飞身向前，放手一搏。这时，唐昊发出一声冷哼，残腿震地，身体如炮弹般弹射而出，拳头夹杂着呼啸的破空声。砰的一声，那人原地起飞，连人带弹跌入湖中，轰隆一声巨响在水里炸开，巨大的水浪席卷向人群。幸好霹雳雷火弹是在湖里爆炸，在场并没有人员伤亡。而刚才的一幕在海小月心中激荡，那个男人到底是谁？不知不觉，唐昊那挺拔的身影在他心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此时，唐昊已带着珍宝远离人群，事不关己，他并不想被牵扯其中。在大街上遇到一个身背4把利剑的古怪之人，擦身而过的瞬间，唐昊闻到一股浓烈的血腥味。自海小月之后，越来越多的高手齐聚于此，是因为偶然或是某种力量的牵引？唐昊心中很是困惑，他们又为何偏偏都在我在乐阳的时候聚集到此地？师父曾说过，世上没有什么比偶然更能欺骗人，当无数个因交织成果时，才会将必然伪装成偶然。他天生左腿残疾，家人一夜之间尽数被屠。为了复仇，他整整寻找了18年，如今终于得到仇人的消息。从玄武门的书信中得知，那伙人叫黑虎团，18年前在陕西一带无恶不作，所过之处如瘟疫席卷一般。团主是个刀疤脸，名叫赵润山。唐昊马不停蹄赶往一个叫湘阴的地方，那里有赌徒自称曾是黑虎团成员，只要找到他，便可知晓其他人的行踪。唐昊快马加鞭来到赌场，推开门的瞬间，他心快跳到了嗓子眼。这么多年，他从未放下心中那股仇恨，得过数次线索都扑了个空，希望这次能如他所愿。健硕的壮汉拦住他的去路：“死瘸子，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赶紧给我滚出去！”回应他的是唐昊那漆黑冰冷的眼神。身体下沉，左腿震地，砰的一声，血色溅满了整个赌场。壮汉哼都来不及哼一声，就栽倒在地。如此凶残手段，将众人吓得脊背发凉。唐昊并没有收手，他需要鲜血平复心中的怒火。离他最近的赌场守卫无一幸免，拳头破空，身体撕裂的声音不停在屋内回荡。那猩红的双眼宛如来自地狱的魔神。这时，人群中一人颤抖着身体问道：“请问阁下来自何处？”唐昊缓缓吐出一口浊气，声音低沉而沙哑：“黑虎团那个盗贼在哪？”那人是玄武门情报人员。此时才明白唐昊是分舵所来，黑虎团成员名为老铁，就是他。唐昊漆黑的眼眸中一片冰冷：“你就是老铁吗？好久不见！”老铁吓得直冒冷汗，颤抖着说道：“您认识我吗？熟得很，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你们的脸，不知多少个日夜想把你们挫骨扬灰，做梦都想把你们的骨头放嘴里嚼碎。”唐昊的拳头力道控制得很轻，为了找出赵润山，他不会让这人死得这么轻松。你还不知道做错了什么吧？那么我给你提个醒：18年前陕西省太白山下的小村庄。一瞬间，他瞳孔微缩，不停颤抖。是他，那个练武功都不会却咬断我同伙脖子的赌主。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孩子的眼神。你怎么可能还活着？唐昊冷笑一声，终于想起来了，我为什么活着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接下来的下场。我要从你的手指开始，一寸一寸粉碎你全身的骨头，让你尝尝跟我一样生不如死的滋味。骨头粉碎的声音不断在空中回响，那人如烂泥般瘫坐在地上求饶：“求求你饶了我，只要你饶了我，我就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情。”唐昊满脸是血，冷哼一声：“我没兴趣。”那人见状厉声大喊：“你妹妹，你的妹妹还活着！”赵润山把她卖到了安家庄。这消息在唐昊脑海里嗡的一声炸开。谭嘉玲，小时候的跟屁虫，自己的妹妹谭嘉玲，得知至亲还活着，唐昊心急如焚。他害怕再次听到不好的消息。
在谭浩心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亲人。如今妹妹还活着的消息在他脑海里如春雷般炸响，无数个日夜他都幻想着至亲能活在世上。谭嘉玲当年被卖到何处，只有一人知晓。安家庄坐落于衡山脚下，称霸一方，庄主安教义看似宽厚，谁又知他10几年前干着买卖人口的勾当，当年无恶不作的马贼，如今却成了百姓爱戴的名门正派，真是令人讽刺。这背后多半是衡山派在暗箱操作。轰隆一声，大门应声而碎，谭浩面无表情从门外缓缓而来。好久不见，安教义并未认出谭浩，我们见过吗？看来你还没想起来，不过没关系，你很快就会想起来的。那眼神冷若冰霜，如同在看一个死人一般。画面一转，衡山派接到一个震惊的消息：安家庄遇袭惨遭灭门，对方是名跛脚高手，仅一人就将安家庄变为废墟。衡山派掌门闻言大怒，看不起安家庄就是在辱我衡山派，召集门徒火速前往安家庄。衡山派离安家庄不过30多里路，众人施展轻功，不足半个时辰便可抵达。等他们赶到时，庄内已是尸骸遍野，满目疮痍，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在空中飘荡。这时有人发现一道黑色身影屹立在尸堆中，谭浩猛然转头，猩红的眼睛怒瞪着众人，拖着残腿，每走一步都会发出沙沙的声音。你是何人？竟敢在衡山派的地盘上杀人？谭浩心想，这就是所谓的衡山派吗？虽然他在安教义身上得到一些妹妹的线索，但他还想知道这所谓名门正派的嘴脸。人是我杀的，你待如何？江湖上的恩怨不要随意插手，这是我给你的忠告。衡山派掌门左文孝闻言气上心头，安家庄数百人，短短几个时辰无人生还，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寻仇。衡山派的底蕴虽不如9大门派，但也不是能随便让人拿捏的。狂妄的小子，我倒要看看你有何本事。谭浩仰头发出一声冷笑，你会后悔的。所谓的名门正派暗地里是怎样的嘴脸？衡山派掌门拔出手中的寒芒，此战关乎门派的荣誉，大手一挥，命手下全力擒住此人。若让谭浩走出这里，衡山派将颜面扫地，沦为世人的笑柄。在荣誉面前，江湖道义显得十分廉价。江湖子弟无时无刻都在寻找立功的机会，想将谭浩当成提升地位的垫脚石。谭浩左脚震地，咚的一声，宛如催命的丧钟。攻击方式依旧是一招一式，谭浩的拳头化为强大的杀气，每挥一拳便有一人化成血块。现场只有拳头轰鸣和骨头炸裂的声音，他就像在羊群中的猛虎，肆意的奔跑屠杀。若是用脚挡，关节瞬间就会被打得粉碎。摧枯拉朽的拳头肆意挥舞，血肉炸裂的声音连绵不绝。上千人的围攻未能伤他分毫，短短一炷香便死伤过百。众人被吓得瑟瑟发抖，这还是人吗？简直就是屠夫！眼看门内弟子伤亡惨重，衡山派掌门的心像被死死的揪住。那是他费尽心血培养出来的弟子，他咬牙切齿，发出滋滋的声响，随后身体气势不断攀升。你这魔头，老夫与你不共戴天！脚下生风，那是高阶身法凌空步，此步法10丈距离瞬息而至。谭浩心中一惊，好快的速度！嗡的一声，宝剑发出刺耳的轰鸣，数道寒芒直指谭浩周身要害。如此诡异的攻击招式，谭浩一时竟有点难以招架。对方的速度快如闪电，身后留下的残影让人分不清虚实。每道凌厉的剑气都足以劈山裂石，不愧是衡山派掌门，果然不容小觑。如果是9大门派掌门，或许能给我强烈的压迫。很可惜，你不是，也就仅此而已。谭浩突然朝着如雨般的剑气飞身而去，辗转腾挪躲开道道攻击，砰的一声如雷般炸开，那是破城锥与剑身撞击的声音。强烈的冲击让剑体弯曲成诡异的弧度。左孝文一阵心惊，这小子好强的力量！众人被强烈的余波震退数丈，待烟雾散去，眼前的一幕让他们震撼，倒在地上的竟然是他们的掌门。谭浩也因过度消耗有些气喘，这老匹夫功力果然深厚。这时左孝文怒喝着弹射而起，衡山派世代相传的掌门宝剑竟有了丝丝裂痕。臭小子，我要将你碎尸万段！整个身体呈直线向谭浩爆射而来。这次的招式更加凌厉迅速，无数剑气形成一张大网，将谭浩笼罩在其中。无数的剑气在空中交织，形成一个庞大的剑网，将谭浩笼罩在其中。瞬间恐怖的威压让谭浩小腿深深陷入地里。这时谭浩单腿撑地，身体以极快的速度急速转动，无数的腿影在周围绽放开来。弹魔腿，这是在地下洞穴习得的魔教功法。凌厉的剑气在弹魔腿的横扫下消失殆尽。谭浩踏进左文孝的招式中，一声冷哼，手中招式化拳为掌，五指按破青，掌中形成一个真空，强烈的吸力将利剑吸入，哗啦一声，宝剑如玻璃般碎裂开来。左文孝大惊，这可是他引以为傲的传承宝剑。趁着他惊愕的空档，谭浩连续3拳攻入左文孝胸口，而且还是同一个位置。第一拳他的胸骨直接碎裂，第二拳五脏六腑如烂泥般炸开，第三拳拳劲透体而过，在心脏位置打出一个大洞。咣当一声落地之后，现场鸦雀无声。他死也没想到自己竟然输给一个无名的瘸子。众弟子纷纷拔出兵器叫嚣，要为掌门报仇。谭浩只是仰起头，用鼻孔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这时衡山派长老大喝一声，都给我退下！此次带来的弟子已死大半，连掌门也不是他的对手，再打下去也只是白白送死。目前保住门派的根基才是王道，哪怕再想报仇也要忍住。他到谭浩跟前唯唯诺诺说道：“我们要回衡山派，你可以放我们走吗？”谭浩顿感有趣，冷笑一声：“放你们走之后呢？我们会回去苦练，精进武艺，再来找你报仇。如若你不放我们走，那么我们放下武器，甘愿受死。相信你也不愿杀无力反抗之人吧？”这时谭浩爽朗大笑一声：“也许衡山派需要的正是你这样的掌门。我放你们走，
但你们要记住，我叫谭浩，再惹到我，必让你衡山派除名。那道孤寂的身影在他们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独自一人快意恩仇，画面一转，西风客栈内，尹小青正拉着珍宝在厨房里做饭。自上次在船上尝到珍宝的手艺，至今念念不忘。而今天他要请珍宝帮忙招待一位贵客，黄慧玲，绿林18寨总寨主黄子韬的女儿。通常一提到绿林道，人们都会联想起山里的盗贼，看不起他们。但如果人数过多，就该另当别论了。绿林18寨，18个山寨散落于中原各处，每个寨子少则数百，多则过千。黄子韬便是统领18寨1万多人的扛把子。他晚年喜的一女甚是宠爱。传闻江湖上出现了一名瘸腿杀神，虽是瘸腿，却能日行千里，拳重万斤。仅凭一双铁拳，3天内连续血洗23个马贼窝点，目的就是为了找到当年灭自己满门的仇家赵润山。一时间，所有马贼闻谭浩而丧胆。可即便如此，他还是没能找到赵润山的行踪。谭浩时常告诫自己不要灰心，只要那人还在江湖上行走，就定有相遇的一天。大不了将天下马贼窝点全部踏平。回洞庭湖最快的方式便是坐船。临走时把珍宝托付给玄武门，心中难免有些牵挂。连日征伐的谭浩放松下来，欣赏湖上秀丽风景。这时，一个爽朗的笑声传来，正是今生唯一的朋友楚燕云。靠近谭浩的瞬间，就闻到一股浓烈的血腥味，但楚燕云并没有多问，而是将手中酒瓶抛给谭浩：“朋友，你身上味道好重，若是与我共饮一杯，或许能冲淡些。”谭浩没有多言，咕咚咕咚猛灌好几口，炙热的烈酒顺着喉咙滑过，似乎将心中的戾气压下不少。谭浩心中奇怪，两人见面次数不多，但却对双方十分了解。在楚燕云口中得知一个消息，近日在天下第1楼有个聚会，所有武林名门甚至9大门派都会聚集到那里，但却不知聚会具体所为何事。听完，谭浩心中升起一丝阴霾，若9大门派会派人来的话，华山派也定有人前往。12年前被埋那一刻已与华山派缘尽，如今唯一牵挂的只有师傅。这时楚燕云又一声大笑打断他的思路：“你小子如今可是名气冲天啊！”闻言，谭浩很是疑惑，他对此传闻并不知晓。你还不知道你有2个名号吗？一个瘸腿杀神，另一个就是最近传得沸沸扬扬的拳魔。相信很快各大门派就会向你抛出橄榄枝，他们可是对你极为关注啊！突然船上传来一阵吵闹声，一个身高2米8、体重500来斤的壮汉，像林小鸡一样提着船夫。此人是黄甫世家直系黄甫应天。吵闹原因竟是他嗓门太大，船夫过来让其小声点，别影响他人，就被打得遍体鳞伤，还仗着自己的身份对看热闹的人破口大骂。咱是有素质的人就不描述，反正就是什么狗之类的，不堪入耳的辱骂声让楚燕云脸色一沉。祸不及家人，骂人爹娘他可忍不了了，嗖的一声来到黄甫应天身后。与黄甫同行的男人心中大惊，好快的速度，随即拱手说道：“阁下对不住，我乃彭家彭万英，在此代他向你赔个不是。”楚燕云死死地盯着对方，这不关你的事，该道歉的是他。那黄甫应天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握着硕大的拳头叫嚣道：“敢让我黄甫应天道歉，你算什么狗屁？待会把你揍的爹妈都不认识。”楚燕云轻叹一口气，黄甫世家怎么放这么一个废物出来？这话瞬间就激起对方的愤怒，这也是楚燕云想要的效果。毕竟修理废物也要找个借口不是？江湖规矩，祸不及家人，骂人不辱双亲。你辱我家人，就当付出相应的代价。黄甫应天的拳头如炮弹般带着空气爆裂的声响，而楚燕云的身法异常诡异，瞬息间便能洞察敌人的攻击轨道，并且能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反击。他的拳看似轻盈，实则蕴含暗劲。此乃百战盟绝学八荒神拳。此拳法并非单纯用拳头的力量击打肉体，每次进攻都会钳制对方关节无法动弹，所击中部位是对方周身要穴，利用暗劲碾压穴道，让其无还手之力。一阵酥麻的感觉让黄甫大感不妙。楚燕云的手就像老虎钳一般，每次按下去都会封闭一处穴位。黄甫想躲避，身体却已不受控制，强烈的疼痛感从手臂扩散到全身，他的嘴里甚至发不出任何声音。一旁的彭万英看出了苗头，难道他是百战盟醉龙楚燕云？此时楚燕云拳头上已布满红色真气，无数拳影在空中绽放，现场只有拳到肉的声音，每一拳都无比精准地击打在穴位上。只听啪的一声，黄甫应天应声倒地，整个过程他只出过1拳，其余时间都在被动挨揍。这时彭万英开口说道：“原来阁下就是百战盟醉龙楚燕云。”楚燕云闻言放声一笑，知道八荒神拳的人可不多。可彭万英接下来的话让他错了，你出手是代表百战门的意思吗？楚燕云大惊，要是师傅知道他惹事还不宰了他？此事完全是个人意愿，与百战盟无关。阁下是要为同伴报仇吗？彭万英说道：“我只是想领教一下百战盟绝学。”这时楚燕云在身后一阵摸索，似乎在找什么东西。突然身后飞来一个酒瓶，楚燕云接过洒脱道：“兄弟，还是你懂我。”说完把酒瓶往湖面一扔，既然如此，我便如你所愿，速速随我来。楚燕云施展轻功，身轻如燕，蜻蜓点水间已飞出数丈。而彭万英战意更盛，争强好胜乃江湖年轻1辈的通病，以同样的方式追了上去。而一旁的燕秋华脸上写着无奈，男人呢就是喜欢比来比去，不过这场好戏可不能错过。3人飞来飞去的，让观众们眼花缭乱，而谭浩却露出一抹笑意，看来他们很享受比武啊，这就是所谓的江湖浪漫嘛。直到谭浩到达目的地，3人都仍未归来，谁输谁赢也无人知晓。不过谭浩对此并不感兴趣，他只想知道小胖子珍宝如今过得如何。
众所周知，天下第一楼乃武林人士商议要事之地，九大门派5大世家陆续聚集于此。南宫世家南宫昌率先抵达，海小月代表海南派前来会合。此次聚会的目的是九大门派5大世家要成立一个武林盟，他们表面看似相敬如宾，实则暗地里各自心怀鬼胎。既然是联盟，那盟主之位该由谁来做？这才是他们此行的目的。毕竟哪个门派当上盟主，江湖地位必定水涨船高，再无人可撼动。而远在华山的贤剑真人眉头紧皱，尽显忧愁。如今联盟在即，位居九大门派之首的华山首当其冲，打压华山是对其他门派最有利的方式。如今他需要尽快闭关突破瓶颈。武林盟一旦成立，定会发生变故，只要熬过这个关头，华山派便能屹立在磐石之上。如今的大师兄玄晶已成长为领导华山的存在，但有一件事情一直压在他心头，10几年来挥之不去，每天只能不停修炼才能稳定自己的情绪。当年的谭浩在华山虽不受人待见，但他毕竟是华山派的一员，他永远忘不了屹立在乱石中的那个身影，忘不了自己当初的选择，忘不了那充满绝望又没发出一声求救的谭浩。如果当时不带他去或者全力营救，或许他还能活下来。每当看到贤素真人的居所，心中便会无比的愧疚。自那场变故后，贤素真人就没踏出过居所半步。画面一转，谭浩再次来到玄武门据点，一颗拳头般大小的猫眼石丢到桌上，继续帮我找出赵润山的行踪。女人口吐幽兰轻叹一声，我可以为你提供情报，但猫眼石就算了，我有一事相求。谭浩眼眸深邃，看不出丝毫波动，说来听听。如今洞庭湖将迎来一场暴风雨，各大门派齐聚此地的目的大家心知肚明。玄武门的实力低微，恐怕连自保都难，我们只要你在玄武门有难时帮我们一次。达成交易的谭浩走在大街上，思绪万千，掺和进武林联盟之事，不知是好是坏。但为了找出赵润山，他在所不惜。越来越多的高手齐聚此地，黄慧玲心中越发不安。绿林道掩饰再好，也终究不过是一群土匪团伙，武林正道人士通常对他们嗤之以鼻。如果联盟成立，绿林18寨恐怕会成为他们第一个围剿的目标。这时谭浩的身影引起他的注意，擦肩而过的瞬间，他心脏仿佛要跳出来一般。此人黑发长袍，走路一瘸一拐，但不知为何心中莫名出现一股亲切，那是一种似乎认识已久的感觉。回到客栈的谭浩在御楚燕云，他还是老样子，嗜酒如命。两人杯来酒往，聊起那天比武的事情。结局谭浩早已料到，能与九五龙齐名的人怎么可能会输给一个世家子弟？期间谭浩为楚燕云介绍起了珍宝，楚燕云没料到名震江湖的拳魔竟然有个小胖子同伴，随即故作姿态道：“他是我朋友，你喊他大哥，以后你也要喊我大哥。”珍宝心里甚是高兴，哥终于有朋友了。随后发现桌上有酒无菜，便自告奋勇要亲自下厨做下酒菜。画面一转，华山派玄武真人率众弟子坐上前往洞庭湖的船只，当年的大师姐韩小饶已是年轻一代领头人物。这时玄武真人一脸凝重，此行一定要小心为上，你们是华山派的根基，容不得出半点差池。10几年前那一战，华山没失去任何一个弟子，这次也要一个不差安全离开。韩小饶听完心中五味杂陈，他竟然说没有失去任何一个弟子，看来那孩子就算死了也不被承认是华山派弟子了。另一边，林小青闲来无事跟珍宝学起了厨艺，他自幼习武18般武器样样精通，如今却被一把菜刀难住了。这时尹小青的父亲款款而来，他乃尹家堡堡主。尹小青为众人一一引荐，当得知楚燕云在场，他暗暗心惊。楚燕云的名头如雷贯耳，财力雄厚的尹家堡自然起了结交之心。这时谭浩孤傲的身影引起他的注意，独自一人浏览群峰，仿佛与这世俗寒暄格格不入。而尹小青的介绍却让他惊得冷汗直流，他就是你们口口相传的瘸腿杀神或者是拳魔。短短只言片语便让老爹震惊不已。这时南宫昌与海小月一行突然造访，联盟在即，财力雄厚的尹家堡是他们的结交对象。尹家堡虽是世家，但武力并非强项，他自知此次聚会无法独善其身，若站错了队伍，只能任人宰割。这时他突然想起谭浩一行人，若能将他们牵扯进来，自己或许能从中寻得转机。避之不及的楚燕云心中大骂该死，这老滑头真是麻烦。事已至此，只能硬着头皮打起招呼。南宫昌心中大惊，难道尹家堡跟百战盟有关联？而谭浩孤傲的身影引起海小月的注意，那傲慢的样子似乎对周围之事漠不关心。回想起那夜洞庭湖的遭遇，那正是令自己魂牵梦绕的男人，不由自主地来到谭浩面前，那脸红娇羞的模样我见犹怜。江湖中人儿女情长在所难免，天下第一美女海小月面对谭浩一脸娇羞，甚至不敢直视谭浩的眼睛，而这暧昧的气氛令谭浩有点无所适从。我叫海小月，多谢少侠当日出手相救，敢问尊姓大名？谭浩眼眸深邃，语气轻缓，一改往日的冰冷。我叫谭浩。即便如此，谭浩的反应还是引起旁人的不爽，竟敢对九五龙之一的海小月如此傲慢。在下南宫世家南宫修，敢问谭兄师从何处？略带嘲讽的语气让谭浩有些不爽。师门更是谭浩的大忌，他没有回应半字，猛然转头，用猩红的双眼死死盯着对方。从死人堆里孕育出的杀气席卷而出，仅仅一眼，南宫修的心脏仿佛被一把巨锤狠狠敲中，青筋暴起，牙关咬得滋滋作响，许久才平复下来。谭浩低沉又冰冷地说道：“我没有师门。”南宫修还想争论，却被南宫昌拦下。不久前曾有个骇人的传说，一个瘸腿高手一夜踏平整个西川山庄，整整2000余人无人生还。在红岩山庄叱咤风云，九五龙之一的南鹤也败在其手下。最近更是杀了衡山派门主，是该称呼你为瘸腿杀神呢，还是拳魔好呢？众人闻言大惊，此人竟是大
大名鼎鼎的拳魔。而海小月对谭浩更加着迷，他到底是怎样的人？但南宫昌接下来的话令人错愕：你毫无理由大开杀戒，已经引起江湖公愤，杀了那么多人，称呼你为魔人也不为过。倘若此时不是处于非常时期，各大门派定会对你进行围剿。武林联盟在即，江湖马上重新洗牌。如若你将力量用到正确的事上，那些对你持有怀疑的目光也会随之消失。恰好我南宫世家有这个能力帮你。谭浩闻言发出一声狂笑：你的意思是让我给你当狗吗？南宫修咔嚓一声利刃出鞘，南宫世家怎能忍受如此侮辱？可南宫昌却大喝一声住手！这位真是执迷不悟啊！年轻人还是小心为妙，好好考虑清楚才是。说罢便转身离开。继震天雷后又出现拳魔，这正是把江湖水搅浑的大好时机，不如给他安上个替罪羊的罪名，南宫世家定能从中获利。虽然中间出了小插曲，但不得不说珍宝的手艺高超，色香味俱全的美食似乎能让人将刚才的不愉快忘却，就连中途加入的海小月也赞不绝口。这时善良的珍宝发现南宫修独自一人没过来用餐，便重新做了一份端到他面前。大哥哥尝尝这个吧，应该能合您的胃口。不料南宫昌一掌拍飞餐盘，下等食物也配拿来给我享用。珍宝被吓得呆呆愣在原地，我只是怕你饿。话还没说完就被南宫昌一把抓住领口，强烈的真气袭来，震得他双眼泛白，青筋暴起。海小月大惊，这是南宫世家的无涯心功，可不是一个不会武功的孩子能抵挡住的。飞身上前大喝道：南宫少侠快住手！突然地面传来咚的一声，谭浩一脚震得飞身而出，留下数米的沟壑。给我砸！龙有逆鳞，触之必死。珍宝就是谭浩的逆鳞，而今却被南宫修如此对待，他怎能不怒？只听咚的一声，谭浩左脚震地，强大的冲击力带起一阵碎石，整个身体贴着地面俯冲而去，速度快如闪电般，让人来不及反应。仅仅是威压就压得南宫修喘不过气。事到如今，他也顾不得江湖道义，竟然将珍宝拉到身前当挡箭牌。可他还是低估了谭浩的实力。啪的一声，谭浩的拳头以不可思议的角度命中他的胸口，骨头断裂的声音在空中炸响，余波将南宫修震飞数丈。珍宝痛苦地倒在地上，刚刚临近死亡的感觉还让他心有余悸。他不想谭浩为自己得罪太多的人，可还没来得及阻止谭浩大喝一声退后，他早已是珍宝如手足。12年前他无力保护家人，惨遭灭门，如今的他见不得亲人受半点委屈。谭浩眼神越加冰冷，他已压制不住内心的怒火，那强烈的肃杀之气让海小月不敢上前阻止。南宫修更没想到谭浩会因为一个小胖子得罪整个南宫世家，纵使他底蕴深厚，硬扛一击还是让他断了几根肋骨。突然南宫修暴喝而起，此事若传出去，南宫家的脸面将荡然无存。无涯剑法乃南宫家绝顶剑法，整个身体蓄力弯曲形成弓字形，脚下生风配合使出真传步法旋位谱，此步法一息间可同时踏向10个方位，以此迷惑对方，令其无法捕捉。无数身影伴随着道道剑光席卷向谭浩，其中只有一个真身，其余皆是幻影。谭浩深知此刻绝不能掉以轻心，双手在胸前交叉抵挡剑影，正是谭浩自创武学银王手，双手如钢铁般在剑光中来回穿梭。南宫修大惊，这等手法简直闻所未闻。突然谭浩左腿猛地震向地面，暴喝一声，如炮弹般俯冲向前，强烈的冲击力在空气中爆出咚一声巨响，那是拳头打在剑刃的声音。随即咔嚓一声，南宫修的佩剑被谭浩一把捏成粉碎，他根本还来不及反应，谭浩的拳头伴随着破空声轰击在他胸口上，冲步破城锥。这一拳谭浩动用了10成的力量，他要让世人知道珍宝是他谭浩的逆鳞，感动珍宝就必须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刚才是用这只手动珍宝的吗？只听咔嚓一声，南宫修的手臂以一种诡异的角度弯曲，紧接着又是数拳击打在身上。海小月、楚燕云大惊，南宫家是出了名睚眦必报，这下怕是要不死不休了。南宫昌听到惨叫声急忙赶来，此时南宫修像烂泥般瘫倒在地。南宫昌怒火冲天起，你竟敢伤害我南宫家血亲，我南宫家定要将你碎尸万段，不死不休。谭浩闻言发出一阵冷笑，一瘸一拐，每步都传出咚咚的声音，那声音听入耳中如同催命的丧钟。你们南宫家很牛吗？算什么东西？南宫老儿，你给我听好了，我谭浩自小孤苦伶仃，打我主意之人不少，但大多已成我踏在脚下的尸骸。胆敢打我亲人主意，我必灭你满门。你们所谓的名门正派称我为魔，我便化身为魔，哪怕粉身碎骨，也要让世人知道我谭浩乃睚眦必报之人。短短几息间，南宫昌派出的金剑队尽数倒下，单单那凌厉的气势就吓得他头皮发麻，浑身不停地颤抖，这简直就是屠夫。事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南宫昌大喝一声剑来，身体快如闪电般一跃便是数丈。天雷剑法乃南宫昌成名绝技，他深知谭浩功力深厚，必须直击要害，取其性命。无数剑光将谭浩团团围住，可他还是低估了谭浩的实力。突然，一股猛烈的吸力将利剑吸入掌中，五指按破青，只听咔嚓一声脆响，南宫昌宝剑应声而碎，仅仅是余波就震得他口吐鲜血，五脏六腑移位的疼痛感席卷全身。趁你病要紧，谭浩身体成一条直线贴着地面爆射而起，化拳为掌直取南宫昌咽喉，若被击中此要害必死无疑。海小月的师叔孤独剑客再也看不下去了，若让谭浩肆意屠戮，打的是9大门派的脸面。弹射而起，冷刃出鞘，大喝道：快住手！电光火石间挡下谭浩致命的一击，宝剑与谭浩手掌撞击，发出刺耳的轰鸣声。孤独剑客心中大骇，此人年纪轻轻竟能徒手接我一剑，这绝不是我能应付的对手。随即忐忑地说道：到此为止如何？
你就此退下，我们就当此事从未发生过。谭浩闻言怒极反笑，战端是你们挑起的，如今一句话就想让我停下，真当我谭浩人人可欺不成？南宫昌强忍疼痛，咬牙切齿说道：“不能让他走，今天他与南宫家便是死敌不死不休。”孤独剑客心中暗骂晦气，我这个提议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你。我没有信心在他手下护你周全。南宫昌心中大骇，绝不会在敌人面前示弱的孤独剑客，竟然对一个年轻人服软。回望谭浩孤傲的身影，那凌厉的气息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猩红的双眼仿佛无尽深渊要将他吞噬。我谭浩这么多年走过千层血浪，踏过万丈尸海，弃我辱我之人通通饮恨在我脚下。孤独长老，我实话告诉你，今日我与南宫家必要有人倒下，你若想阻我，就要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孤独剑心中大骂他是疯子，南宫家族在武林结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绝不能就这样毁在他的手里。剑气轰鸣一斩而过，这是南海派最强杀招海龙斩。此剑招异常刚猛，看似普通却蕴藏杀机，剑气每一次相交威力便会暴增数倍。瞬息之间，谭浩竟难以招架，剑气划破衣襟，留下道道伤口。剑浪中，谭浩艰难扭头，五指按破青与破成锥融合成一拳，拳头跟兵刃相撞，发出当当当的响声。周围人大骇，竟然凭肉拳就接下孤独剑的一击，那可是南海派最强绝学啊！而孤独剑此时并不好受，剑上传来的反震力让他虎口崩裂，仿佛击到一块巨石上一般。反观谭浩拳头上缠绕着红色真气，没有丝毫损伤。凡人之躯竟能有如此神力，若挡不住这小子，至少也要令其退缩。二人出手极快，瞬息间已然交手上百回合。突然，孤独剑招式一变，数百道剑气在空中四灭，而谭浩双拳紧握，依旧是一往无前的气势，不退反进，毅然冲进剑气的包围圈。楚燕云海小月大惊，这么激进的打法，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只见谭浩周身泛起阵阵红光，身体以肉眼难以看清的频率震动，护体功法金龟盾，所有剑光尽数被弹开，无法伤的谭浩分毫。孤独剑心中大骇，这等身法简直闻所未闻。谭浩抓准时机，径直突破道道剑气，五指按破青，一股猛烈的吸力传来，牢牢擒住孤独剑衣领。孤独剑反应也是极快，冷刃顺着谭浩肋下狠狠刺了进去。他认为常人受此重伤必定会松开衣领，只可惜他面对的并非常人，而是谭浩。谭浩紧紧抓着衣领不敢松手，如若再次拉开距离，他恐怕再难有一战之力。借用巧劲使出出阶武技小擒拿手，在蛮力的作用下，地面传来碎裂的声音。谭浩并没过多停留，左脚一震，径直奔向南宫昌。他的性格本就如此，一旦定下目标，便会奋不顾身。此时南宫昌吓得亡魂皆冒，大喊大叫：“你不要过来呀！”谭浩的拳头将空气摩擦出爆裂的声响。楚燕云海小月二人大骂一声该死，若杀了南宫昌，谭浩必定遭个大门派围剿。两人使尽全力抵挡谭浩一拳。朋友，快住手！即使使出看家本领，他们还是被拳风逼退数丈。二人心中凛然，若被正面击中，光想想就觉得恐怖。谭浩眼中杀意还未褪去，连你也要阻我，请你冷静点。武林联盟在即，还需三思。就算你不顾自身安危，你也要为你身边的人考虑。谭浩碎发遮脸，看不出任何表情，但浑身气势却令海小月冷汗直流。这么强大的气势，比掌门人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楚燕云再次劝说：“你若是把我当朋友，就暂退一步。”而谭浩冷哼一声，并没有回应，迈着沉重的步伐朝南宫昌缓缓逼近。一饭之恩我必偿，睚眦之怨我必报。谭浩双眼猩红，仿佛来自地狱的魔鬼，仅仅一个眼神就吓得南宫昌小便失禁。南宫老儿，你给我听好了，你千万不要放弃对我的追杀，因为我会将你南宫家斩尽杀绝，当着你的面这么杀着杀着，直到你南宫家鸡犬不留，连鸡蛋都要咬散黄吗？你应该感谢我的朋友为你求情，感谢这世上有我所牵挂的人。南宫昌甚至不敢直视谭浩的双眼，此时的他大脑一片空白，一股滚烫的液体浸透了衣襟，那些话语像刀刃般摧残他的意志。扑通一声，南宫昌无力地瘫坐在地，众人纷纷扭头回避这尴尬的一幕。这种方式比直接杀了他更加难受。几日后，谭浩途径南宫家护卫队的事并没有传开，事关南宫家颜面纷纷都保持了沉默。此时的南宫修已成了废人，他内心无时无刻充满着仇恨。修儿，此事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忍住。金剑队乃我多年心血，如同亲侄子一般，如今被屠戮殆尽，我比你更加难受。如若此时让世人知道，仅凭一人就将我南宫家护卫队杀绝，所有人都会认为我们变弱了，从而影响武林盟的大计。所以我们要忍到武林盟主导权到手，到时必让他谭浩死无葬身之地。画面一转，孤独剑相约楚燕云有要事商讨，听说你与权魔乃是好友。楚燕云自豪一笑，正是。他究竟是何人？此人就像天上掉下来一般突然出现。高手并非一朝一夕可成就的，每个高手背后必有一个强大的势力悉心培养。楚燕云行走江湖多年，装傻充愣的功夫自然不在话下，并不想过多透露谭浩的来历。突然，孤独剑脸色一变，冒出丝丝冷汗。此人出手狠辣，杀伐果断，并且不属于任何名门正派。难道他是？那两个字仿佛是禁忌。思绪良久，才低声道出：魔教。楚燕云悚然。
然一惊，若谭浩被扣上魔教的名头，江湖上必会掀起一阵血雨腥风。斩钉截铁说道：“他不是魔教中人，此事是南宫家先挑起事端，谭浩也只是为了自保。尽管他手段有些过于凶残，但不可把全部责任归咎于他。”孤独见神情无比严肃，我劝你还是趁早和他划清界限。南宫世家定不会善罢甘休，和他一起你就不怕会受到牵连？楚燕云放声一笑，我已经把他当成我的朋友，我楚燕云岂是弃朋友而不顾之人？难道你不担心百战门的声誉吗？楚燕云潇洒一笑，看来你还是不太了解百战门呀。我师父最讨厌嫌贫爱富之人，张一山之所以创建百战门，便是因其重情重义，从不会抛弃任何一个战友。他与魔教之战中打头阵，就是因为他最好的朋友死于魔教之手。我若是担心江湖名声抛弃好友，怕是会先死在师父手里。谭浩的来历我再清楚不过，以后休要再提他是魔教中人。您问我怕不怕受到牵连，我明确的告诉你，我楚燕云行走江湖义字当头，是可以为朋友拼命的。他乃当今华山最强弟子，位居九五龙之首，华山孤剑明经。此行奉师父之命前往洞庭湖，不料第一次下山就遇到马贼团伙。小子，将你腰间佩剑留下，我等兴许可以饶你一命。明经一脸鄙夷，眼中充满不屑，就怕你们没那个本事。那拔剑的气势令众马贼感到一丝不妙。少年脚下轻踏弹射而出，手中佩剑划破空气，发出轰鸣声，没人能察觉到他的出剑轨迹。血雾在空中爆开，形成朵朵梅花。血梅花剑能让鲜血像梅花般盛开的剑法，只存在于华山派，每一剑都能精准刺进敌人要害。梅花绽放一次，便代表一人死于剑下。不知挥舞了多久，少年身体微弓，喘着粗气，脚下已是遍地残骸。真是晦气，耽误这么长时间，与师叔会合少不了挨一顿骂。洞庭湖表面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已经暗流涌动。难得悠闲的谭浩带着珍宝沿路欣赏风景。哥，那日我多嘴阻拦你，不会生我的气吧？谭浩难得露出一抹笑容。你小子，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这时湖边一道倩影引起珍宝的注意，那人正是绿林18寨的公主黄慧玲。她对珍宝印象极为深刻，毕竟珍宝的厨艺美味不可多得，甚至可以令人忘却烦恼。随即珍宝介绍起了谭浩，黄慧玲感觉与谭浩似乎在哪见过，思绪间回忆起那天在街上的情景，二人擦肩而过，并无言语，却令他心跳加速，仿佛心中有某根弦被拨动。黄慧玲的笑容如沐春风。幸会，我叫黄慧玲。谭浩脸色淡然，淡淡说道：“我叫谭浩。”同时心里升起一股莫名其妙的感觉，明明是初次见到这张脸，但那微笑并不觉得陌生，似乎像认识多年一般熟悉。谭浩破天荒第一次与陌生人侃侃而谈，这让珍宝极为诧异。哥可不是那种轻易对人敞开心扉的人，听说你投身于绿林。黄慧玲依旧笑颜如花。绿林总寨主黄景文是我的父亲，不知为何他对谭浩莫名的信任，连这不能让外界知晓的秘密也随口告知。对了，我可以跟珍宝一样叫你哥哥吗？他笑容真挚，略带些俏皮。谭浩不自觉地点了点头。接下来两人交谈甚欢，黄慧玲心中感慨万千。世人将他称为拳魔或者瘸腿杀神，也有人说他无比嗜血，乃稀世魔人。而我亲眼所见的拳魔就如邻家哥哥一般，虽沉默寡言，但却不凶残。如今洞庭湖风雨欲来，若需要帮助，可到18寨寻我。小妹还有要事先行告辞。谭浩怔怔看着黄慧玲离去的背影，嘉玲若还活着，应该与其年龄一般大小的吧。你见过仅凭飞舞的衣角就能杀人于无形的绝世高手吗？他将内力注入衣角，令其变得比钢板还要坚固，如螺旋桨般快速旋转，所过之处惨叫连连，尸骸遍野。就在刚刚，5大世家之一的彭家率队伍赶往洞庭湖参加武林盟，此行对彭家而言极为重要，必须在武林盟初创时期站稳脚跟。这时前方一位神秘人堵住了去路，此人满头白发，黄袍加身，脸上戴着一个黄金面具，尤为显眼的是那双冷漠的眼睛，那是一种视人为草芥的漠然。从今天起，没有活人能通过这里。彭武跨马提斧，大声喝道：“哪来的山野莽夫，竟敢在我彭家面前如此妄言！”神秘人举起手中兵刃，所用武器竟也如此诡异，4刀非刀，4具非具。要怪就怪你们彭家走错了路，你们的命我收了。这时一个壮汉爆射而起，身后激起一阵尘烟。山野莽夫妄想辱我彭家，给我跪下！而神秘人微微一笑，那是一种久经沙场的淡然。彭武顿感不妙，大喊：“快住手！”但为时已晚。神秘人手中鬼刀爆射而出，穿透壮汉胸膛，巨人般的伤口根本没有生还的可能。彭武怒喝道：“你竟敢杀彭家5人，当真有信心承受彭家的愤怒吗？”说完，轻点马背腾空而起。胆小鼠辈不敢以真面目示人，可敢报上名来？神秘人讥讽一笑：“你们彭家还没资格知晓我的名号，若真要称呼，你可以喊我禁魔使者。”一股猛烈的狂风袭来，彭武手中巨斧闪着寒光，抡圆了向下砸了过去。轰隆一声巨响从地上传来，禁魔使者俯身后退，衣服被余波冲击得烈烈作响。他并没有与彭武缠斗，周身内力注入衣角，像刀刃般利器，径直朝彭家众人冲去。彭武大惊，可还没来得及反应，禁魔使者如一只凶猛的饿狼扑入羊群，飞舞的衣摆如螺旋桨般迅速旋转，每走一步便有数人丧命。彭武青筋暴起，牙齿咬得滋滋作响，手持大刀腾空爆射而来。大胆魔人，今日彭家与你不死不休！禁魔使者邪魅一笑，凭你们也配？到此为止吧，老夫没空陪你们玩了。说完，浑身气势攀升到了极致，无数道真气自周身迸射而出，这是无差别攻击，更是单方面的屠杀。仅仅瞬间，所有人被贯穿了身体，真气乃武道修炼到极致的内气所化。这种境界的人，整个江湖不过一
掌之术，彭武到死都想象不到此人到底是何等存在。禁魔使者冷漠地望着那满地尸骸，你们是复活本教的第一个祭品，应该感到荣幸才是。全魔，这是一个令各大门派闻风丧胆的名字。仅凭一己之力单挑整个南宫世家，挥手间便将南宫少主打成废物。一个眼神下的南宫家主尿了裤子，那一战血水染红了半个天际。他宛如来自地狱的魔鬼，双眼猩红，藐视着胆敢触及他逆鳞之人。几日过去，那一战久久不能平息，百姓们更是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华山孤见明经长途跋涉，终于在洞庭湖与师门会合，和师姐韩小饶一同欣赏城中繁华景象。一路上听的最多的便是全魔这个名字，百姓都在争论全魔和九五龙到底谁更胜一筹。有的说全魔乃魔教残党，希望各大门派尽快铲除。二人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身为九五龙之首的明经大感有趣，自己竟成为了衬托全魔的日益。他此行还有一任务，临走前师父贤见真人叮嘱，是要全力击败所有九五龙，让天下人知道华山派乃武林之首。如今百姓口中与九五龙齐名的全魔，自然也是他的目标之一。韩小饶望着曾经天真无邪的师弟，如今竟有着火一般的好战倾向，这个性子是后天养成的，就如同他那喜欢以战养战的师父贤见真人。他是想让明经成为华山的剑，争夺名利的武器。这时明经突然开口道：天津师兄是一个怎样的人？我偶然间听到有一名叫天津的师兄，天津乃谭浩身为华山弟子时的道号。韩小饶闻言身体一震，那个道号在华山派相当于禁忌般的存在，是华山一代弟子内心的痛，就如同华山派被砍掉的一根手指，弟子们都很忌讳提到这个道号，基本上把他当作没有存在过的人。明经却对此事大感兴趣，只要我一问，大家都跟师姐的表情一样。这时一名弟子神色匆忙前来禀报师姑师叔，太师祖命你们速速回去，彭家与武当派一众高手在前来洞庭湖路上遭到神秘人袭击，几乎全军覆没。洞庭湖南郊出现一名神秘高手，此人自称禁魔使者，专门截杀前往洞庭湖参加武林盟的名门正派，招式奇特，出手果断狠辣，丝毫看不出来自何门何派。代表彭家与武当派的一众高手均被屠戮殆尽。那风轻云淡的身影离去前，只留下一句自言自语的话：你们是为了复活本教的祭品，应该感到荣幸才是。此事传闻像滚雪球一般传遍整个武林。南宫昌与独孤剑相聚商讨对策，他此次带来的人因为谭浩损失惨重，对即将到来的武林盟极为不利。可南宫家距此地千里之遥，再想求援已然来不及。孤独剑说出了心中疑惑：如今武林结盟处处受阻，彭家与武当先后全军覆没，此事会不会是魔教所为？南宫昌闻言浑身一震，12年前与魔教那一战历历在目，虽说最后整个天境魔域被夷为平地，但当年的清虚道长事后经过调查，竟然发现死在天境魔域的魔教人数并不多，他怀疑大多数的兵力已经被转移。最终清虚道长找到南宫昌，二人隐秘追逐巡查魔教的踪迹。经过10年的努力，他们最终确定魔教残党已潜入了中原。若魔教残党在中原内活动，9大门派想对付他们将会处处受限，这才是他们想要建立武林盟的真正原因。事已至此，当务之急是抓紧时间建立武林盟，不能再拖了。而南宫昌却心思急转，南宫世家为了成为武林盟盟主付出了极大代价，如今整个护卫队已被谭浩屠尽，这样下去南宫家只会被其他门派压倒。全魔教残党这个名头你是背定了。另一边，楚燕云也接到师门通知，朋友，我要出去一趟再回来。如今彭家与武当派遭劫，可想而知对方实力之强悍。师父命我代表百战门参加武林盟。谭浩闻言一脸疑惑，你们百战门够资格参加聚会吗？若是其他人说此话，他早就动手了。但问谭浩此言，他却洒脱一笑，也就只有你会这么无视百战门。我师父曾率领数十门人冲锋陷阵，杀得魔教片甲不留，你当百战全胜骑士白来的不成？还有一个对你来说很重要的消息，华山派门人已经安全抵达洞庭湖。谭浩闻言不由心头一震，华山派也来了吗？终究还是避免不了再次碰面。华山派，这是全魔最不愿意听到的名字。12年前，华山师兄弟弃他如敝履，只留下他孤独面对疯狂砸落的岩石。那时的他并没有求救的欲望，眼中只有等待死亡的绝望。地下洞穴整整12年的生活历历在目，其中艰辛只有他自己清楚。谭浩能活到现在，靠的是自己如那小草般顽强的意志和对师父的那一份思念。楚燕云看着陷入沉默的谭浩，不由轻叹一口气，看来这个心结一时半会解不开呀。不管了，我还是去参加聚会吧。画面一转，各大门派齐聚乐阳剑门大殿，在平静的交谈中各怀心思。南宫昌与孤独剑暗中传音，密谋如何给谭浩扣上魔教的罪名。只有楚燕云打着哈欠，大感无聊，跟这些狡猾的家伙打交道真累，看来我果然不适合这种场合。而坐在他对面的竟然是尹小青，就连伤到的尹家宝也想趁这次武林盟拓宽生意范围。最为狼狈的要数乐阳剑门门主，让出主家位置给南宫昌不说，竟还坐在了末席，想必是和南宫家达成了某种协议。这时一位老者轻咳一声，彭家派来的高手半路全军覆没，对那神秘人各位有何看法？众人纷纷把矛头指向魔教。时隔多年，魔教2字还是令所有人谈之色变。听说武当派也损失惨重，众人纷纷看向守卫的南宫昌。南宫昌已等待此时机良久，还未开口，门外传来清亮的传话。
话。武当派清虚真人到，众人纷纷起身迎接。清虚真人，你们真的是被魔教袭击了吗？清虚陷入了沉思后才开口道：我们半路确实遭到身份不明的人袭击，门下弟子重伤5人，可是我还是无法确认他们是否魔教之人，没有得到确切消息。所有人不由得松了一口气。这时华山玄武真人出现在身后，但也没证据证明他们不是魔教，不是吗？清虚看见华山来人，似乎想到了什么，激动地说道：贵派贤素真人可有来到此地？以那位的见识，他一定能辨认出魔教的功法。玄武闻言不由一怔，贤素师兄已有12年未在门内见过。清虚身躯一震，是因为失去徒弟的事情吗？那天的记忆他至今无比清晰。当初为了确保门派根基，所有人都对那绝望的身影视而不见，尽管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每当想起，心里很是不舒服。看来此事对贤素真人的打击很大。这时一个悲痛的声音响起，他们分明就是魔教的残党，此人竟是彭家唯一的幸存者。除了魔教，还有什么人能将正派高手如稻草般屠杀？他们盯上的是整个武林，武林结盟刻不容缓。各位今天一定要做出决定。门外各派弟子也在议论纷纷。师姑，你不进去吗？韩小饶生性寡淡，并不想参与那勾心斗角之事。突然门外传来震耳的轰鸣声，紧接着一股强大的冲击波袭来，轰隆一声巨响，整座楼墙应声而碎。待硝烟散去，一个身穿黄袍的白发身影出现其中。各大门派都到齐了吧？倒是省得我一个一个找上门了。尔等名门正派听好，你们口口声声说要灭我魔教，如今老朽主动上门讨教，尔等蝼蚁何不速速出来受死？轰隆一声巨响，护院城墙顷刻间应声倒塌，各大门派弟子四散逃开。生死攸关之际，不敢有丝毫大意。喧闹声很快惊动内院各大长老。我等9大门派高手聚会，究竟是何人胆敢上门闹事？楚燕、云海、小月心中同时升起一丝担忧，该不会是谭浩打上门来了吧？待浓烟散去，4道满带肃杀之气的身影缓缓而现，带头之人正是覆灭彭家高手的禁魔使者。如果谭浩在场，定能认出当年与魔教一战的第一个劲敌银柔。各派弟子被那强烈的气势压迫得不断倒退。彭家幸存者和清虚真人一眼便认出那是袭击自己队伍的凶手。这时魔教护法竹风开口嘲讽：又见面了，臭道士！12年前一战未能将你杀死，今日定要你插翅难逃。清虚真人发出一声冷哼：魔教中人皆是藏头露尾之辈，可敢摘下面罩以真面目示人？竹风闻言桀桀怪笑道：我们乃是奉禁魔使者的三阎罗，你只要知道这个就行了。清虚真人心中不由一阵大骇，如此恐怖实力的三阎罗，竟然不过是禁魔使者的手下。禁魔使者的武功该达到何等境界？此时禁魔使者眼中满是讥讽，都还没开始呢，你们就如此紧张？一群胆小鼠辈聚在一起，终究也是鼠辈一群。说完，浑身气势一变，体内魔功运转，无数道音波自他口中传出，此乃魔教音波功法天魔音，稍有不慎者，5脏6腑皆会被其震碎。点苍派刘长老向来鲁莽行事，带领数十弟子一拥而上，清虚真人想阻止已然来不及。只见禁魔使者发出一声大笑：都去死吧！无数劲气透体而出，耀眼的罡气在人群中肆虐开来，兵器碎裂和贯穿身体的声音不绝于耳。短短瞬息，刘长老与门下数十弟子纷纷饮恨当场，其余众人一脸大骇，那是罡气，就算在9大门派内，达到以气化罡境界的也不过一掌之数。难道魔教实力已经达到能抗衡武林正道的地步？禁魔使者依旧一脸淡然，仿佛刚刚只是踩死一群蚂蚁一般。蝼蚁就算再怎么挣扎，终究也只是蝼蚁。我说的对吗？臭道士！清虚真人一脸震怒。各位武林同道听令，随我全力诛杀魔教之人，今日绝不能让他们活着离开。各大门派精英纷纷形成包围圈，严阵以待，准备殊死一搏。禁魔使者眼中散发着疯狂的红光，来吧，一起上吧！若9大门派精英都死在这里，想想都让人觉得兴奋。武林正派与魔教生死之战一触即发，禁魔使者双眼猩红，杀意凛然。尔等蝼蚁不是口口声声要灭我魔教吗？今天便给你们这个机会。武当清虚真人持剑与其对峙，二人气势无形间已是展开交锋，猛烈的气流碰撞将衣服吹得啪啪作响。禁魔使者嘴中发出一声冷笑，传闻清虚真人乃武当第一剑，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清虚真人眼神凌厉，冷哼一声：魔教鼠辈竟逞口舌之快，我辈名门正派何惧一战？禁魔使者大笑连道几声有趣，若只是你我2人一战，未免太过单调。说罢，单手一挥，楼墙之上出现一支精锐部队，此乃我魔教血炼堂精锐，今日就与你等正派好好打上一场。此队伍个个气势凌厉，充满杀意，手中武器更是诡异无比，镰刀底部链接着一条铁链。华山孤剑明睛呼出一口浊气，手中拳头不自觉握紧，体内内力瞬间沸腾翻涌。接受贤剑真人传承的同时，他也养成以战养战的性格。面对魔教众人，他竟隐隐有些许兴奋。一旁的楚燕云也被激起强烈的斗志。百战门乃为消灭魔教而立，身为少门主，他必当身先士卒。清虚真人利刃一挥，诸位同道小心为上，此战关乎武林正派名誉，不可大意。为天下苍生屠尽魔狗。魔教血炼堂顷刻间一拥而上，手中魔镰挥动，散发着渗人的幽光，一道寒芒一闪过，仅仅一击便是数名正派弟子倒下。魔教众人身经百战，出手狠辣，厮杀经验不是生活在温室里的正派弟子可比拟。明晶抬头看了一眼，好似在挑选对手。师姐，那些杂鱼就交给你了。随即利刃出鞘，双脚交错冲向一人，目标正是魔教大阎罗竹风。2人兵刃相撞的爆裂声猛然炸开，
转瞬间已是交手上百回合，奈何实力相差无几，一时间僵持不下。而楚燕云看着此等场景，不禁想起了谭浩，那个人狠话不多，对敌人无比残酷，对自己人又让人感到踏实的男人，这种场景还是比较适合他。思绪间，一名壮汉来到身前，此人乃魔教二阎罗许云龙楚燕云，你配做我的对手？楚燕云一言不发，内力凝聚于拳上，闪着红光。二阎罗试探性的抬臂抵挡，这拳快如闪电，怕是已达千斤之力。众人交战的声音在岳阳剑府中传开，周围群众纷纷大感不妙，那可是武林盟的聚会点。而远处的谭浩将一切都看在眼中，身边的珍宝焦急说道：“哥，小青还在那里吗？”珍宝与小青之间的情谊，谭浩哪会不知？嘴角露出一抹安慰的笑容：“你在这里等着，我去把她带回来。”谭浩本不想过多参与武林盟的事情，但魔教突袭乐阳剑府的动静在他心中激起一片波澜。无论是与珍宝两小无猜的小青，人生中唯一的知己楚燕云均深陷其中，以谭浩的性格，定不能坐视不理。珍宝，你在这里等着，我去把他们带回来。此时乐阳府内战况异常惨烈，魔教血炼堂的战斗力远远高出正派武林。随着时间的推移，战场平衡渐渐被打破，楚燕云与魔教二阎罗陷入苦战，二人交手数百回合，依旧僵持不下。他深知此战不能再拖下去，每迟一分便会有更多武林同门倒下。内力凝聚于拳头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一跃而起，以闪电般的速度冲向敌方。此乃百战门独门身法飞眉手，配合刚猛霸道的八荒神拳，以速度加持，将爆发力提升到极致。二阎罗硬扛一击，竟有些难以招架，手臂上隐隐传来骨头断裂的声响。高手过招生死，仅在一念之间。楚燕云内力暗蓄，乘胜追击。八荒神拳第五式雷灵灭世，空中无数道拳影席卷开来，每一拳都蕴含千斤之力。二阎罗再无力招架，重拳如巨锤般轰击在他胸膛之上，胸骨碎裂的声音在人群中炸开。血炼堂众人纷纷惊出一身冷汗，从无败绩的二阎罗竟然败得如此彻底。而楚燕云气喘吁吁立于原地，心中忍不住爆了句粗口，即便是手段尽失，依旧只是将其重创。此时他体内内力已经所剩无几，周围血炼堂虎视眈眈群起而上，纵使已是强攻没入，挥出的拳头依旧霸道无双，每出一拳便是一人倒下。突然身后传来尹小青的惊叫声，他小小年纪哪里见得如此场面，面无血色被父亲护于怀中。楚燕云心中大急，尹小青与珍宝的关系他怎会不知？今天哪怕生死也定要护他周全，不然还有何颜面对珍宝与谭浩？而华山明经在大阎罗手中苦苦支撑，对方实力之强令他心中大骇。此时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牵制此人，为武林同道争取时间。场中最激烈的要数禁魔使者与清虚真人的对决，清虚真人已见证到达到剑气化钢之境，两种罡气不断碰撞，强烈的气爆声不断在人群中炸响。二人交手数百回合，分开而立。禁魔使者虽有些气喘，但嘴角依旧带着一抹嗤笑。反观清虚真人一脸凝重，俨然已是受了内伤，再也压制不住胸中淤血，一口吐了出来。韩小饶在数十血炼堂围攻苦苦支撑，握剑的手止不住颤抖，体力已是达到了极限。敌方抓住破绽，将其击倒在地，明经目眦欲裂，想上前营救，却分身乏术。就在韩小饶生死攸关之际，突然一阵咚咚的声音在众人耳中炸开，众魔教弟子心中大骇，浑身冷汗。这个声音怎么令人如此不安？一道黑影自院外缓缓走来，每走一步，咚咚的声音都犹如那催命的丧钟。他就是拳魔谭浩。拳魔谭浩的气场到底有多强？仅凭节奏不一的脚步声，就震得各大门派与魔教众人噤若寒蝉。原本杀声鼎沸的战场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每走一步，咚咚的声响就像一把巨锤敲击在他们胸口之上。他宛如魔神般面无表情，睥睨着众生，闲庭信步，径直朝修罗战场中心走去。第二次面对谭浩的南宫昌，拳头不自觉握紧，这该死的压迫力令他大气都不敢喘，整个身体如同坠入冰窖，不停的颤抖。谭浩看都没看他一眼，便擦身而过，屈辱、愤恨、羞怒，却又无能为力。这是南宫昌此时的心理写照。如若再给他一次机会，绝不会去招惹这个煞星。禁魔使者看着一瘸一拐向自己走来的谭浩，此时的他一脸阴沉，心脏竟不受控制般疯狂跳动。他一生杀伐辗转无数修罗战场，还是头一回遇见令其如此不安的年轻人。二人四目相对，无形中气势已是展开交锋。谭浩淡然的神色让他越发心悸，忍不住喝道：“你小子到底是何人？”谭浩并没有理会，而是猛然转身看向一旁打伤韩小饶的魔教弟子，仅仅一个眼神，那人瞳孔微缩，止不住站立，不自觉握紧手中的镰刀。你别过来，再往前一步，我便杀了这臭道士。谭浩只是静静地看着大师姐。12个年头过去，大师姐的变化并不多。回想当年在华山，韩小饶是为数不多对他始终如一的人。当师兄弟嘲笑他是不走犬时，只有他温柔的话语加以安慰。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这便是谭浩的性子。猛然间，咚的一声，瘸腿阵地爆射而出，速度快如闪电般朝那人攻去。依旧是那熟悉的一招一式，冲步、破城锥，坚硬的拳头鬼魅般轰击在镰刀上，咣当一声，镰刀如同脆弱的玻璃碎裂开来。而那一拳余力并未消退，直取对方头颅。那人瞬间瞳孔缩小，亡魂皆冒，想扭转身体闪躲，却已无能为力。一旁的孤独剑忍不住说道：“他完了，拳魔的拳头他是逃不掉的。”谭浩化拳为爪，猛然擒住那人衣领。江湖人人皆会的基础武学过肩摔，在他手中有不可阻挡的威势。给我打！
饱含愤怒的拳头将那人捶成血泥。如此狠辣的手段，饶是见惯生死的魔教弟子不由一阵心惊胆战。这小子比我们更适合被称为魔。韩小饶看着谭浩双眼睁大，身体止不住抖动。明明是初次见到此人，但偏偏有一种极为熟悉的感觉。谭浩深邃的眼眸、紧抿嘴唇的动作，恍惚间与那华山的瘸腿男孩相叠合。他的内心震惊无以复加，此人真的是谭浩吗？韩小饶抬头艰难地说道：“请问。”刚说出口，却见谭浩已经转身走开。他走到尹小青身边，说出他进场至今的第一句话：“珍宝很担心你，我们回去吧。”而这时，身后的禁魔使者发出一声冷笑：“不为这一时刻筹划多年，仅凭你一人就想让一切化为泡影？今天你们全都得死！”谭浩的出现令魔教众人如临大敌，仅凭一人便扭转了整个战局，这让禁魔使者始料未及。12年的布局瞬息间化为泡影，双眼迸发出强烈的杀意：“给我杀了他，不要放那家伙活着走出去！”血炼堂众人纷纷祭出手中诡异的武器，如狂风暴雨般朝谭浩投掷而去。谭浩没有任何表情，静静待在原地。链接兵器的铁链如同捕兽的绳索缠绕在谭浩身上，此乃魔教铁锁困兽阵，一旦被锁住，任你武功再高也是案板上的鱼肉。他们会用钩刃锁住敌人的琵琶骨，废其武功，甚是阴险毒辣。一旁的韩小饶大惊失色，嘴唇颤抖着想喊出小师弟危险。他真的是谭浩吗？那个华山派不想提起的小师弟吗？而楚燕云牙齿咬得滋滋作响，想上前相助，却已提不起一丝内力。只见谭浩双手护于胸前，周身表面有一层内力，好似在疯狂抖动，就连空气都震出嗡嗡嗡的声响，正是护体功法金龟盾。无数冰刃临近皮肤，却又瞬间被弹开。这一举动令在场所有人心中大惊，那小子根本就是个怪物，竟以血肉之躯弹开铁刃，此等功法简直闻所未闻。这时谭浩手中招式一变，牢牢抓住周身附近的铁链，冰冷的链条成了谭浩夺命的魂锁，每次用力往身前一拉，便有一人不受控制的朝他飞来，在惯性之下配合手中巨拳轰出，爆发出摧枯拉朽的力量，转眼便是数人失去了生机。谭浩双眼如魔神般闪着嗜血的红光，每一拳都蕴含千斤之力，这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我本不想参与你们之间的恩怨，既然你们处处欲置我于死地，那便要做好付出相应代价的准备。骨头粉碎的声音在场中不断炸响，拳头所击中部位无不粉碎飞溅出去，场内陷入死一般沉静。他们能清晰地听到自己狂乱的心跳声。这个家伙就是彻头彻尾的疯子。鲜血顺着谭浩的头发滴落，一袭黑袍被染成了血红色，他的双眼依旧冰冷可怕。无论是魔教或是名门正派，都被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喘。突然，谭浩脚下咚的一声，身体如闪电般冲向禁魔使者。那人气势非凡，应该是魔教的头目。禁魔使者猛然一惊，好快的速度！来不及多想，那拳头已是来到面前，仅仅是拳风就将黄金面具震裂开来，仓促间只能抬起双臂抵挡。咣当一声巨响，巨大的力量令禁魔使者不受控制倒飞出去，双脚贴着地面滑行数丈才堪堪停下。而谭浩并没有给他喘息的机会，再次阵地飞身而起，空中360度旋转，一记魔教功法弹魔腿直取对方面门。禁魔使者越打越心惊，生平头一回让人打得如此狼狈，只要给他喘口气的时间，便能运转罡气护体。可谭浩穷追猛打的方式根本不留喘息的余地，思绪间谭浩已是再次爆射而来，残腿如同鞭子般擦着头皮抽射而过。正当禁魔使者以为避开攻击的瞬间，谭浩的腿竟诡异扭转，画着奇怪的曲线落下。这一招至今未曾用过，正是当年师傅传授的天残脚。仓促间，禁魔使者只能抬起双臂艰难抵挡，恐怖的力量骤然袭来，竟让其有些难以招架。小腿不自觉弯曲，隐隐有着下跪之势。他大口喘着粗气，正准备运起反击，不料谭浩的速度更快，残腿猛然调转，一记天残脚狠狠踹中其小腿。只听一声骨头断裂的声响传遍整个战场，就连禁魔使者的面具也被巨大冲击力震碎，整个身体不受控制的朝后方倒射出去。而谭浩双腿阵地闪电般再次欺身而上，在他将禁魔使者视为敌人的那一刻起，就绝不会再给对方一丝喘息的机会。禁魔使者紧咬牙关，暗骂一声该死，只要给他几息的时间，便能凝聚罡气。众魔教弟子见此情形，纷纷心中大骇，再这样下去，禁魔使者恐怕今日要命丧于此。大阎罗万分焦急，快速举起手中的长矛，如离弦之箭般朝禁魔使者身侧爆射而去。他深知自己不是谭浩的一招之敌，即便如此，他还是要拼死为使者争取凝聚罡气的时机。突如其来的偷袭令谭浩目光骤然一凛，仓促间只能侧身闪躲避开要害，但长矛还是在其肩膀划过，带起一抹血光。碧姬奏效，大阎罗身形暴起，紧跟而上。谭浩见状，口中发出一声怒喝，内力如潮般尽数汇聚于右拳之上。给我砸！大阎罗如断线的风筝般惨叫一声倒飞出去，而此时的禁魔使者已是趁机凝聚出了罡气，他拳头捏得滋滋作响，声音冷若寒霜：“你这家伙，受死吧！”言罢，单腿猛地发力朝谭浩急掠而去，随即大手挥出道道罡气，如风般朝谭浩袭去。谭浩见此情形，神情凛然，顿足停下身形。对方的罡气令他升起一股强烈的危机感，只见他张嘴缓缓吐出一口浊气，任凭道道罡气将自己包裹其中。
下一秒，他周围空气竟产生剧烈的震动，竟然将所有罡气尽数弹开。此招便是谭浩自创的护体功法金龟盾。如此诡异的一幕，当即令禁魔使者心中大骇：不可能，他怎么能在罡气的包围下毫发无伤？只有罡气才能够对抗罡气，这是武林有史以来亘古不变的真理。念及此处，他调动全部力量，尽数转化为罡气，恐怖的气势将脚下土地震得碎石乱飞。而此时，谭浩双腿猛然踏地爆射而起，竟是径直朝对方的罡气包围圈攻杀而去。禁魔使者见此情形，也不敢有丝毫大意，同样腾空而起，朝谭浩俯冲袭去。他将全身力量转化的罡气发挥到了极致。倘若罡气真的对着小子毫无作用，那么这很可能会是自己今生的最后一击。场中所有人见谭浩冲入罡气之中，心下骇然，这个家伙简直就是一个疯子。二人招式转瞬间已是碰撞在一起，嗡的一声巨响猛地在场中炸开，恐怖的力量交织，震得整个战场急剧震颤。禁魔使者的罡气闪电般奔掠向谭浩胸口，就在其认为谭浩无处可躲之际，谭浩招式骤然一变，将暗魂心法积攒的内力尽数凝聚于右拳，随即轻喝一声，一拳朝前方猛砸而去。下一秒，雄浑的内力覆盖了整个拳锋，此乃谭浩自创的另一种功法银王手。禁魔使者将对方竟想用内气来对抗罡气，心中不由发出一声冷笑：给我去死吧！所有正派弟子见状也是纷纷面露惊骇，他们已是将生存的希望寄托在谭浩身上，若谭浩输了，恐怕正派弟子将全部覆灭于此。突然，此时在禁魔使者的口中发出一声惊呼，只见谭浩的银王手竟突破层层罡气，径直朝禁魔使者猛砸而去。给我砸！他乃魔教真挚以气化罡之境的绝世高手，如今却被一个连罡气都不会的毛头小子按在地上摩擦。眼见谭浩的拳头如炮弹般穿过层层罡气，迎面猛砸而来，如此诡异的场景令禁魔使者心中一阵大骇，这个家伙简直就是疯子。避无可避之下，他只能抬起双臂护于胸前，试图以此挡下谭浩这恐怖的一击。只听咚的一声巨响猛然炸开，禁魔使者如断线风筝般被轰得倒射出去，身形擦着地面滑行出去数丈才堪堪停下，鲜血不断从其口中喷涌而出。此时场中观众的所有人都陷入死一般寂静，而反观谭浩脸上升起一丝严肃，手臂上竟有丝丝罡气在疯狂蔓延侵袭。下一秒，他猛地张嘴咳出数口鲜血，显然在方才的交锋中已是受了些许内伤。谭浩神色淡然的抬手抹去嘴角的血迹，各派高手见此情形，纷纷心中震惊无以复加。寻常人被罡气所伤，根本就没有生还的可能，而谭浩却仅仅只是付出几口鲜血为代价。禁魔使者见状，更是满脸惊骇和不可置信，这小子竟然仅用内力就挡住了我的罡气。众魔教弟子纷纷朝使者身后靠拢过来，大阎罗怒喝一声，便要朝谭浩冲去。他深知若不除掉谭浩，日后定会成为大患。禁魔使者艰难起身出言，将其拦下：停手吧，你们一起上都不是他的对手。他迄今为止与无数武者交过手，但像谭浩这种诡异手段，他还是头一次见到。他实在捉摸不透谭浩的底细，再这样下去也只会徒增伤亡。念及此处，禁魔使者对着身后众人下令道：我们回去吧。大阎罗闻言当即焦急开口：可是大人，不料话没说完，却被禁魔使者喝止：我们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些名门正派不会再怀疑我们的存在。言罢，身形掠起，带着众手下飞身离去。正派弟子眼睁睁看着这一幕，却无人敢阻拦。谭浩如一尊浴血魔神般屹立于场中，他的脚下满是魔教血炼堂弟子的断肢残骸。这所发生的一切都只是因为一个人，谭浩。他那魔神般的身影令在场所有人噤若寒蝉。片刻后，谭浩张嘴缓缓吐出一口浊气，随即拖着残腿缓步朝寂静的人群中走去。明金感受到谭浩传来的压迫感，无比震惊。他本以为成了贤剑真人的亲传弟子之后，便可以在年轻一代弟子中傲视群雄，如今却发现这个想法是多么的可笑，自己甚至提不起与谭浩战斗的勇气。明小青见谭浩朝自己走来，轻声喊了声叔叔，那一深一浅的步伐发出令人不安的声响。这时正派弟子才将目光转移到谭浩的腿上，突然不知何人惊恐地喊了一声瘸子。此话一出，当即在场中掀起惊涛骇浪，他们个个脸色紧张，惊恐拔剑，升起万分戒备。他就是近日传闻中的瘸腿杀神，或者是拳魔。清虚真人闻言心中也是震惊无比。江湖传闻向来都是夸大其词，可关于拳魔的传闻却连其1/4的恐怖都没有表现出来。这时韩小饶颤抖着身子走到谭浩跟前，本想脱口而出的师弟二字，此时却如鲠在喉。谭浩见昔日的师姐欲言又止，停下了身形。最终韩小饶还是鼓足勇气轻声询问道：你是天津师弟吗？此言一出，众华山弟子纷纷像炸开了锅。天津，这是华山派宛若禁忌般的名字，也是华山派里颇具争议的名字。那个身为一代弟子却无法享受到相应待遇，并且被轻视被嘲笑为不走犬的名字。此时华山派长老贤武真人心中思绪万千，天津不是在12年前就死了吗？贤素真人更因失去爱徒，从此隐居闭门不出。应该是韩小饶认错人了。而韩小饶眼中带着些许泪光，语气更加笃定：你就是天津，对吗？谭浩看着一个个熟悉的面孔，陷入了沉默。片刻后，他低着头，声音低沉缓缓开口道：好久不见了，师姐。
相隔12年，谭浩终于与华山派相认，一句师姐好久不见，令韩小饶如遭雷击般呆愣当场。其余华山派弟子皆是满脸不可置信的神情，他竟然就是那个1代弟子天津。明明听说他12年前就已经死了，没想到他又活着回来了。韩小饶热泪盈眶，欣喜喃喃说道：“太好了，你真的还活着。”随即他又语气略带严肃责怪道：“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回华山？你知不知道大家都很担心你？”不料谭浩闻言却是发出一声冷哼：“担心？除了师父和师姐外，还会有人担心我吗？”谭浩冰冷的眼神和不掺杂任何情感的语气，当即令韩小饶身躯一震。眼前的天津师弟让他感到无比的陌生，甚至是让他感觉到恐惧。谭浩神色冷漠地对着韩小饶询问道：“我师父他老人家还好吗？师叔这些年过得很好，只是一直挂念着你。”得到师父的消息，谭浩语气略有缓和。只要师父过得好就足够了，总有一天我会去与他老人家相见的。言罢，不再理会韩小饶的呼喊，便要转身离去。这时，人群中的玄武真人突然发出一声斥喝：“你就是天津吗？如果是的话，见了师门长辈为何还不行礼？”江湖各大门派极为注重辈分关系礼仪尊卑，见了师门长辈优先行礼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南宫昌见此情形，心中更加揣测不安。拳魔的实力已是凌驾于南宫家的存在，倘若其回归于华山派门下，届时华山派将成为号令武林的庞然大物。中南派的独孤剑也是心中震惊，无以复加。他万没想到拳魔的根基竟然是在华山派。谭浩见玄武真人以辈分施压，眼中凶光乍现，仅仅一个眼神便吓得他噤若寒蝉，呆愣当场。谭浩那深邃又冷漠的眼眸中不带一丝感情，他可以看出这露着寒光的眼神绝非善意。片刻后，他回过神来，再次出言训斥道：“你为何一句话都不说？难道是看不起师门长辈吗？”谭浩闻言一声冷笑，顿时传入所有人耳中：“我谭浩只有一个师父，没有师门。”此话一出，各派弟子皆是心中一惊，他竟然敢否认自己的师门。在江湖上，此等行为无异于欺师灭祖。聚集于此的人来自9大门派和5大世家，师门对于他们来说是绝不可背叛的摇篮。谭浩这番话不仅仅是侮辱华山派师门长辈，更是在否定江湖上的秩序。玄武真人怒气翻涌，大声呵斥道：“混账！华山派抚养你成人，传授你武学，你怎能说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言？”不料谭浩闻听此言，却是抬头怒极反笑：“华山派抛弃我的时候，可有念及过同门之情？在我无助绝望等死时，可有念及过同门之情？”充满怨恨的话语如重锤般敲击在玄武心口。“你说什么？”谭浩见状，心中了然，冷哼一声：“看来你对此事并不知晓。”玄武真人神色郑重严肃，大声喊道：“那天究竟发生了何事？”谭浩冷漠扭头，将目光看向一旁的清虚真人：“你若是好奇的话，就去问问那位吧。”清虚真人此时脸色冒出丝丝冷汗。自谭浩出现，最为震惊的便是他，因为他是此处所有武者中唯一一个知道那天真相的人。当年围剿魔教的人中，无一不是顶尖高手，但他们却都急于自己逃命而抛弃了谭浩。虽然当时清虚是为了救自己的徒弟连千和，但那天的记忆却是他此生最大的耻辱。若他说出了那天整件事情的真相，不仅是华山派，就连武当和中南派都会名誉扫地。为了门派声誉，他紧握拳头，始终一言不发。谭浩见此情形，冷笑一声，语气愈发嘲讽：“我就知道会是这样，一群沽名钓誉之辈。”众武当弟子低声询问清虚真人：“他背叛了自己的师门，就这样放他走了吗？”清虚看着谭浩走向尹小青的背影，语气颓然：“我们是拦不住他的，江湖上的常理已经无法束缚他了。”谭浩缓步来到尹小青面前，轻声说道：“我们走吧。”废墟中，谭浩带着小青从容离去，各大门派弟子噤若寒蝉，无人胆敢上前阻拦。只是那一深一浅的脚步声显得格外刺耳。经过乐阳剑门惊天一战之后，魔教重新现世的传闻席卷了整个武林，9大门派5大世家诸多高手在他们手下犹如待宰的羔羊般被肆意屠戮，而那位禁魔使者展现出的武威，更是令各派弟子闻风丧胆。即便是真挚以气化钢之境的武当长老清虚真人，在其手下也仅仅只能苦苦支撑数十回合。而在此情况下，一个瘸子的出现扭转了整个局面。拳魔谭浩，或者是被称为瘸腿杀神的人，原本肆无忌惮屠戮的魔教团伙，被其一人之力杀得片甲不留。关于拳魔的传闻中，没有一个是平庸的。在新将独自一人灭了整个西川山庄满门，就连衡山派掌门都被一拳轰成了碎渣。江湖人本以为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魔头，不料此次魔教突袭却被他出手化解了危机。他这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举动，令人们感到极度混乱。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他并非魔教中人。他性格特立独行，从不会向任何人妥协，一身武学奇特异常，分不清来自何门何派。自此，人们将他的武功命名为独行流。而自魔教现世后，武林盟便开始加速建立。中原全域聚集大量想要加入武林盟的武者，9大门派、5大世家以及众多门派也纷纷派出精锐严加防守。按如此速度，武林盟将在1个月内完成创建。而这一切在谭浩眼中似乎无关紧要。在楚燕云的引路下，他们来到了城北郊外。楚燕云本想跟着谭浩一起离开乐阳府，奈何武林盟的创建需要他代表门派参与。兄弟，世道将乱，多多保重。寒暄过后，谭浩带着珍宝消失在密林深处。殊不知，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在悄悄酝酿。建立武林盟的大事已成定局，江湖各方势力自然是有人欢喜有人忧。绿林18寨之一的黑水寨中，
中，两道身影正在密谋一场巨大风波。黑水寨寨主神情颇为严肃，沉声说道：“我们必须在武林盟站稳脚跟前拿下霸王寨。此人刀疤脸三角眼，名为赵润山，便是当年屠戮谭浩全村的马贼团伙首领。谭浩不惜一切代价苦苦追寻的仇人赵润山。”一旁的三当家闻言眉头紧皱，说道：“想要攻打霸王寨和总寨主黄景文谈何容易？绿林最厉害的高手都分布在霸王寨，仅凭如今黑水寨的实力，根本无法打败他。我们需要一张强有力的底牌。”赵润山闻言灵机一动，冷声开口：“只要把黄慧玲那个丫头抓来当人质，黄景文那个老家伙肯定会动摇的。有情报说黄慧玲如今在乐阳府，但她身边有莫一光守护，寻常人根本近不了身。”赵润山闻言沉思片刻后轻叹一声：“副寨主去调查华山派的动向，给他传去消息，让他去一趟乐阳府吧。”与此同时的华山之巅上，华山派掌门咸天真人的府邸传来一声惊呼：“你们说什么？天津就是全魔？我没听错吧？”华山大弟子玄经也是满脸的不可置信，说道：“据玄武师叔的传书和天下流传的传闻来看，此事千真万确。”言罢，玄经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神色。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对谭浩心怀愧疚，他一定是天津被我们抛弃在天境魔域的天津。这时，咸天真人口中发出一声冷哼：“就因为抛弃了他，他就要否认自己是华山派弟子的事实吗？”在这魔教重新出现在历史上的时刻，虽然武林盟已经建成，但最终能守住华山派的只有我们自己。这个节点，哪怕多一个绝世高手，都能成为整个门派生存下去的希望。念及此处，他心中思绪片刻后，再次沉声说道：“你们随我去贤素师弟的住所一趟。”三人沿着小路穿过隐蔽的丛林，最终在尽头看到贤素真人的住所，一个躲在华山隐秘角落的茅草屋，似乎是在展示贤素真人与外界断绝来往的决心。咸天真人见状，不由捂嘴发出一声叹息：十几年没见到贤素师弟，没想到他竟然住在这种地方。咸天真人整理思绪，对着茅屋呼喊道：“贤素师兄来了，你在里面吗？”不料喊了半天，屋内依旧是毫无动静。情急之下，咸天真人走上前去推开了房门，却发现屋内空无一人，似乎已是很久无人居住。唯一引人注意的是，桌上放着一张字条，映入眼帘的是见利而不齐真6个大字。见此情形，咸天真人目光微凛，脸色难看。这6个大字显然是贤素真人在嘲讽他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没有发觉像谭浩这种人才的真正价值。全魔谭浩这个名字已是成为江湖上炙手可热的人物，民间有关他的传说如新闻头条般铺天盖地。有人说他是个十恶不赦、见人就杀的大魔头，也有人说他是不受江湖规则约束的独行侠。但这些传闻在谭浩眼里似乎无关紧要。他带着珍宝连番赶路，来到一座小山村，脚下踏着的麦苗是谭浩久违的感觉，那是小时候在白家村的象征家乡的味道。这么多年的杀戮，手上还未干的鲜血，似乎也被麦香冲淡了不少。这里的村民们淳朴而热情，不但给他们提供了食物，还邀请他们留宿一晚。夜幕下的村庄微风徐徐，有种说不出的宁静。谭浩负手站在树林中，若有所思。片刻后，他眼眸深邃，看向前方的黑暗之处：“是你自己出来，还是我把你拖出来？”话音刚落，一道身影自树后缓缓走出，来人竟是华山派贤剑真人亲传弟子明经。只见其心事重重，缓步走到谭浩跟前，随即拱手行礼道了声：“无量天尊，师弟明经拜见师兄。”谭浩闻言，脸色浮现出一丝追忆的神色。他始终无法忘记当年他徘徊在生死之间时，成为贤剑真人弟子的明经。华山派中为数不多让他难以忘怀的名字中，明经便是其中一个。明经见谭浩沉默不语，再次开口喊了声师兄，不料却被谭浩出言制止：“我已经不是华山派弟子了，不要叫我师兄，我已经在师姐那里听说了，没想到会在你身上发生那种事情，师弟在此替师傅向你谢罪了。”谭浩闻言冷漠沉声出言质问道：“你像野猫一样偷偷跟踪我们，就仅仅只是为了替你师傅道歉？”此话一出，明经顿时心中一惊，原来你早就发现了。正如谭浩所说，他此次前来并不是为了道歉。谭浩在乐阳府所展现出来的实力极为恐怖，遇到强者那热血沸腾的感觉让他无法忍受。谭浩就像他想象中无可匹敌的绝世强者，他想跟谭浩打上一场，用事实去证明师傅的武功是最高的。想到这里，明经猛地握紧手中佩剑，内力翻涌之下，竟是发出阵阵嗡鸣。谭浩见此情形，双眸骤然一凛，剑鸣乃达到剑身合一时才会出现的现象。谭浩见明经利剑出鞘，神色淡然道：“你就这么想跟我打？”明经浑身内力翻涌不息，气势不断攀升，我要证明我师傅的武功才是最强的。言罢，双腿猛然发力，身形弹射而起，剑气激荡如飓风般掀起无数碎石。随着明经口中发出一声轻喝，今天一剑裹挟雷霆之势朝谭浩直刺而去。轰隆一声巨响在密林中猛然炸开，狂暴的力量下，树木瞬间被摧毁大片，硝烟足足弥漫了一炷香时间才渐渐散去。待明经恢复意识时，谭浩已是不见了踪影。幸亏谭浩手下留情，才留了他一条小命。虽然他用尽全力施展师傅传授的雪梅花剑，但是却连谭浩的衣角都没有碰到。翌日清晨，谭浩带着珍宝告别村民，继续赶路。他心中猜测，明经醒来后应该会回到华山。不知当贤剑真人得知引以为傲的亲传弟子被自己这个当初他口中的废物一拳干趴时，会是什么感想？二人沿着山间小道缓缓前行，这时突然一股浓烈的血腥味迎面扑来，而眼前的景象更是令珍宝大惊失色。只见前方乌鸦成群，觅食宛如人间炼狱，数条饿狼在满地残骸中大快朵颐。
他们见不速之客到来，纷纷朝谭浩靠拢。谭浩眼眸中一道杀光如实质般迸射而出，当即吓得众恶狼浑身颤抖，发出阵阵低吟，灰溜溜的夹着尾巴落荒而逃。无数的尸身纵横叠加堆成了小山，从掉落的旗帜得知他们乃大运镖局的人，而尸体上的伤痕来看，皆是被一剑毙命，剑气将他们的心脉全部砍断。而能达到这个水平的武者，江湖上寥寥无几。想到此处，谭浩神色愈发凝重起来，对方绝对是一个气息收放自如的绝世高手。江湖自古以来红颜多祸水，一道妖娆倩影走入客栈，立刻引起阵阵骚动，一群江湖痞子皆是对其销魂身姿垂涎3尺。这时淡然用膳的谭浩二人引起女子的注意，谭浩的眼眸无比深沉，不带有任何一丝情感，这让女子心中不由升起一丝戒备。没想到九宫山来了这么一位高手，女子缓步走到一处空位入座，不料刚坐下，便有一名混混前来调戏。美人，看你一人甚是孤单，来陪爷喝一杯如何？女子闻言神情冷漠，淡淡道了句滚开。此话一出，立即引起混混阵阵恼怒。一旁的同伙见状，不断添油加醋嘲笑起来。混混闻言信誓旦旦，扬言要将女子就地正法，随即伸出咸猪手朝女子的面罩探去。就在其缓缓撩起面纱的瞬间，女子嘴角勾起一抹邪魅的笑容，手指轻动间，一根筷子出现在手中，一道寒光如闪电般划过混混的咸猪手。混混还未来得及反应，便感到手背传来剧痛，下一秒，在他惊恐的眼神下，一道血柱如飞瀑般喷涌而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声猛然在客栈中炸响。所有混混见状，纷纷心中一惊，连忙冲上前去。这丫头太过奸诈，别让她活着出去。女子手中依旧是那根筷子，神情淡然自若，轻轻挥动，划过一人脖颈。她眼神冷漠，动作快如闪电般不停挥舞。众混混还未近身，便纷纷受创倒飞出去。女子停下动作，冷冷地看着手中的筷子，只见上面被真气包裹，隐隐闪着蓝色幽光。谭浩见状，眼神骤然一凛，他一眼便看出筷子上包裹的是剑气，而混混们并没有被当场击杀，大多数人只是被划破了手背，血流不止。女子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冷声开口：“现在还想让我陪你们喝酒吗？”混混当即吓得浑身颤抖，跪在地上不断求饶。不料女子却没有过多为难他们，都给我滚吧！混混们闻言如临大赦，连忙连滚带爬地朝客栈外面跑去。而谭浩低垂着眼帘，心中却是略带些许震惊。女子表面上是放过了他们，但筷子上形成的剑气伤害的不只是皮肉，而是切断了他们的心脉。若是能找到能连接心脉的郎中，他们或许还能活下去。这手法与先前大运镖局师身上的如出一辙，如此可以推断，那也是出自他的手笔。经过一番闹剧，女子疲惫地返回客房，她摘下面罩，无奈轻叹一口气，喃喃自语：“东西还没找着，这种日子真是受够了。”突然间，她双眸中一道灵光闪过，随即走到窗边，望向不远处的九宫山。下一秒，只见她纵身跃起，轻轻在窗台上一点，整个身形如离弦之箭般朝山上奔掠而去。或许九宫山的掌门有我想要的消息。画面一转，在九宫山山巅的宫殿中，九宫门门主铁阳真人在庭院中步步难眠，魔教重现江湖令他始终心有不安。哎，不知这次江湖又会有多少人牺牲。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女子的嗓音：“阁下可是九宫门门主铁阳真人？”铁阳真人看向突然出现的女子，心中一惊。九宫山戒备森严，足足有数百门徒守卫，他竟能悄无声息潜入进来。女子见其沉默不语，再次冷声开口说道：“我名唤银柔，到此是为了问你点事情。”铁阳真人收敛思绪，深知对方绝非泛泛之辈，不知小姐夜间来访所为何事？若我知晓，定然如实相告。银柔见状，眼神凌厉之色一闪而过：“我在找被你们偷走的我教的圣物，你们把它藏在了何处？”铁阳真人闻言脸色骤然大变，惊声怒喝：“你是魔教中人！”画面一转，时间来到次日清晨，珍宝亲自下厨为谭浩制作了美味的早餐。这时门外一群九宫门弟子突然破门而入，高声怒喝着要抓住魔女。你们听着，昨夜本门掌门遭受魔女偷袭重伤，据可靠消息，魔女便是投宿在此处。众人闻听魔女二字，皆是悚然一惊。老板娘回忆起昨日那名可疑的女子，随即惊恐地告知对方那女子所住的客房。可待九宫门弟子推开房门，却已是人去楼空。为首之人见状，当即下令封锁客栈周边官道，势必要将魔女捉拿归案。接着返回大厅，对客栈中的客人进行盘问，但经过连番追查，却始终没有任何线索。而这时一直从容吃饭的谭浩引起他的注意，于是走上前去，冷声质问道：“九宫门正在追查凶手，你竟还胆大包天的在吃着饭，还不快给我站起来接受审问！”谭浩闻言，将手中酒碗重重拍在桌上，眼眸中一道杀光如实质般迸射而出：“给我滚开！”仅仅一个眼神，便吓得九宫门长老连连后退。这个家伙的眼神为何如此可怕？众弟子见谭浩如此强硬，连忙围拢过来：“你是何人？竟敢对我九宫门长老如此无礼！”谭浩闻言发出一声冷哼：“我不认识你们找的人，所以没什么好说的。”言罢一动身形，缓缓朝着对面走去。众人的目光立即被他一瘸一拐的姿势吸引，他们似乎想到了什么，心中升起一阵骇然。瘸腿的武者，难道他是拳魔？此时九宫门长老脸上已是被吓出丝丝冷汗。拳魔可是在当今武林中传说级别的存在。想到这里，他连忙上前抱拳行礼，恭敬道：“敢问阁下可是拳魔谭大侠？”谭浩语气冰冷开口：“
是又如何？得到肯定的答案，长老瞬间汗毛直立，弟子们更是浑身颤抖，纷纷进入戒备状态。长老亡魂接帽拱手恭敬，连连致歉。我并不知晓谭大侠投宿在此地，很抱歉给您添麻烦了。若您知晓魔女的消息，还请告知于我。谭浩闻言，双眸冷冷地瞥了他一眼。我说过了，我不知道。你们若是想抓住凶手，就自己去追查，不要死抓着毫不相干的人。是，我们这就出去追查。谭浩不再与他们废话，带着珍宝朝门外走去，只留下九宫门众弟子在原地噤若寒蝉。许久后，长老回过神来，对弟子下了一道禁令，在通山县内绝对要避免与全魔发生冲突，违抗命令者杀无赦。魔女夜袭九宫门的消息在通山县炸开了锅，这使得城中的百姓们纷纷惶恐不安。九宫门的弟子遍布大街小巷，四处盘查，但有一点他们十分默契，就是没有人敢靠近谭浩和珍宝。谭浩不想参与他们的事情，缓缓朝城外走去。突然，城门处传来九宫门弟子嘈杂的怒喝声。10里外发现魔女的踪迹，大家快过去！数十人身形飞掠，与谭浩二人交错而过。善良的珍宝低着头对谭浩询问道：“哥，九宫门门主真的是被那个姐姐打伤的吗？”谭浩驱马加快了脚步，轻声说道：“应该是他了，此事与我们无关，快走吧。”二人马不停蹄奔走了10余里，突然前方传来一阵浓烈的血腥味，只见地上躺着数百九宫山弟子的尸体，依旧是被干净利落的一剑毙命。而此时在数里开外之处，厮杀声此起彼伏，不断有九宫门弟子发出惨叫，殒命当场。女子出手果断狠辣，招招致命，每一剑都裹挟着剑气斩断对方心脉。即便众多九宫门弟子群涌而上，但却依旧没能对其造成半点伤害。眼见门下弟子损失大半，长老咬牙切齿，发出一声怒喝，随即身形骤然跃起，蓄力一剑朝银柔劈去。银柔察觉到身后的寒光，扭头发出一声冷笑，接着身法如鬼魅般侧身躲过强大的一击，手中长剑猛地扭转，劈向长老胸口，一道血柱如瀑布般冲天而起。随着长老的尸身无力倒下，众弟子纷纷心中骇然，萌生退意。但银柔显然不会给他们逃跑的机会，身形暴掠而起，再次冲入人群，展开屠戮。一炷香后，他浑身沾满血液，屹立于尸山之上。这时谭浩和珍宝恰好路经此地，银柔看着二人，眼中杀意未减：“你们也是来追我的吗？”唰的一声，谭浩眼中杀光凛然迸射而出，如此恐怖的眼神，竟是吓得银柔心中大骇。他仿佛在强烈的杀气中感受到了恐惧，不料下一秒那股杀气骤然消散。原来是你啊！银柔闻言娇躯一震，心中升起一丝疑惑，他怎么可能认识我？我秘密潜入中原，从未暴露过身份。想到这里，他手握剑柄，全神戒备起来。你是何人？谭浩瞥了他一眼，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我记得你叫银柔吧？魔教的人，好久不见。相隔12年，谭浩万没想到会遇到儿时的第一个死敌。你是叫银柔吧？魔教的人？不对，或者应该说是神教。银柔闻言，娇躯一阵，瞳孔微缩。你怎么知道神教？你到底是何人？谭浩若有所思地跃下马背。看来你还没有想起来，你在天境魔域不是说过我会成为第一个死在你手里的人吗？银柔看向谭浩那一深一浅的脚步，心头一颤。跛脚，天境魔域？难道你是？银柔震惊间回忆起10几年前天境魔域坍塌那天，那是初出茅庐的二人第一次见面交手，那惊心动魄的一战，他至今记忆犹新。一个瘸腿的华山派弟子竟将他的最强杀招白莲飘雪尽数挡下。你是华山派的谭浩，你怎么可能还活着？谭浩闻言，嘴角勾起一抹邪魅的笑意。拜你们所赐，我在地狱里拼命挣扎，撑了过来。最近江湖传闻有一位跛脚的武者，身着清一色黑衣，左脚跛着的男人。原来你就是全魔。谭浩缓步走到银柔跟前，沉声开口说道：“我有些好奇你在魔教里是何地位？”后者则表示此乃机密，无可奉告。谭浩闻言，浑身气势骤然暴涨。是吗？你这么说，我更好奇了。银柔见状，心头一颤，手握剑柄，轻喝道：“你最好不要好奇，我可不想与你为敌。”谭浩的气势太过凌厉，银柔抚着剑柄的右手竟有些微微颤抖。谭浩闻言，恐怖的杀光如实质般迸射而出，这可不是由你决定的。可怕的杀气笼罩而来，顿时令银柔心中一惊。能散发如此强烈杀气之人，无一不是脚踏尸山血海之辈。即便是在神教中，也只有绿千有这种杀气。若说绿千是猎人的话，此人便是残暴的野兽。谭浩见他拔剑相迎，语气冰冷出言道：“这便是你的决定吗？虽然我对你身上发生的事情感到遗憾，但我不能将我教的机密告诉你。”言罢，银柔拔地而起，径直朝谭浩奔掠而去，手腕挥动间，在半空中挽出道道剑花。落月神剑，魔教内只传一人的绝世剑法。传闻落月神剑大成者可摘星夺月，凌厉的剑气如风般疯狂朝谭浩袭去，仅仅是无形的气波，便使得谭浩皮肤如针扎般刺痛。霎时间，耳边一道震耳的剑鸣声响起，银柔身形快如鬼魅，一剑直取谭浩咽喉。不料接着传来哐当一声轻响，谭浩竟是以手掌挡住锋利的剑刃。如此诡异的手法令银柔心头一紧，全魔的传闻果然不是空穴来风。思绪间，他宝剑回撤，再次将内力注入剑锋，随即一记断月飞剑猛地朝谭浩凌空刺去，无数道凌厉剑气急射而来，竟是打得谭浩难以招架，连连后退。银柔对操控内力的精妙程度超乎他的想象，只有在交锋时才能察觉到他凝聚的真气。眼看对方招式越发凌厉，谭浩眼神骤然变冷，随即将浑身内力凝聚于右拳之上，澎湃真气包裹拳锋，竟是震得空气嗡嗡作响。左腿震得爆射
射而起，发出咚的一声巨响，裹挟雷霆之势的一拳闪电般直奔银柔面门。感受到猛烈的拳风袭来，银柔心下一惊，仓促间急忙将利剑束于身前抵挡，但他还是小看了谭浩的实力。随着咚的一声闷响，银柔发出惨叫倒飞出去，双腿擦着地面滑行出去数丈才堪堪停下。此时的他心中满是惊骇，这个家伙的力量怎会如此强大？而谭浩显然不打算给他喘息的机会，双腿一震，身形再次奔掠而起。银柔见状暗骂一声该死，手腕轻抖将利剑横挡在身前。谭浩是大力沉的一击转瞬极致碰撞在一起，恐怖的力量震得银柔不由发出一声轻呼。下一秒，谭浩身形扭转，腾空跃起，一记弹魔腿划着诡异的曲线直奔银柔头部。银柔反应也是极快，几乎在刹那间踏步后撤，堪堪躲过致命一击。心思急转之下，他连忙和谭浩拉开距离。谭浩的强大远远超乎自己的想象，每次交手时五脏六腑都好似在翻滚一般，再这样下去，恐怕今日便要交代在这里了。银柔万万没想到谭浩的实力竟如此恐怖，每次交手都感觉五脏六腑要被震碎了一般，这是他行走江湖以来遇到的最强大的对手。银柔看着谭浩的身影，心中苦涩呢喃说道：“看来今天要赌上我的一切了。”这时谭浩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森然开口：“我被困在没有丝毫光线的地下整整12年，是时候找个人来偿还这笔债了。”言罢，谭浩双腿震地猛地弹射而起，如离弦之箭般径直朝银柔暴掠而去。突然间，谭浩察觉到身后一道寒光迸射而来，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他当即顿身抬手将那道寒光震开，待稳住身形，却发现珍宝被一名男子劫持。那人接住长剑，语气随和轻笑说道：“我说师姐怎么这么久还没有来呢？原来是被大名鼎鼎的拳魔拖住。幸会幸会。”谭浩见珍宝在其手中，双眸骤然阴冷起来：“你也是魔教之人吗？”男人闻言轻笑一声，介绍道：“准确的说，我出身于神教，在下名叫申五岳。”谭浩脚步轻移，正想着如何一击救回珍宝，不料下一秒申五岳的警告声悠悠传来：“你最好不要轻举妄动。”谭浩闻言，眼神凌厉，一字一顿道：“那孩子若是受伤了，你必死。你放心，我没打算伤害他，我只是想带师姐安然离开这里。”二人对峙间，申五岳暗中对银柔传音道：“师姐，禁魔使者跑了，他比想象中还要狡猾。”银柔闻言微微一愣，同样传音道：“真是可惜了，不过当务之急是找到圣物，我已经得到了一些有关圣物的线索。”申五岳眼中金芒一闪而过：“我们要赶紧找到圣物，这样才能防止教主毒霸。听说教主派出了苏天山。”银柔闻听此言，心中顿时大惊失色。苏天山可是出手实力无声的怪物，二人旁若无人的传音交谈，殊不知这些小伎俩在谭浩眼中恍若无物，而圣物和教主毒霸这些词语令他感到疑惑。这时申五岳轻喝一声，终于回归正题：“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谭浩心中权衡利弊一番，深知若自己动手，珍宝祸福难料，今天就放你们一马，留下珍宝滚吧。申五岳倒也是爽快之人，当即放开了珍宝，希望你信守承诺。谭浩看着银柔，面无表情，冰冷说道：“有朝一日我们还会再见的。”画面一转，武林盟的成立进行得异常顺利，禁魔使者的出现反倒成了武林盟创立的导火索。但盟主一位各方势力却争论不休，迟迟未定。他们虽同意在魔教入侵前会合各派之力，但他们也并不想错失得到权力的机会。随着好几日的争夺，武林盟的构成终于有了眉目。盟主一直选定为声望极高的武者楚滨海，权力之大，非常时期可对全武林下达动员令。而为了牵制盟主独权，由各大门派选出20人组成了长老院，他们大部分是9大门派和5大世家的人。而此时南宫昌正被此事气得咬牙切齿，若不是权魔，南宫世家在武林盟能获得更多的发言权。这时南宫修带来有关绿林18寨的消息，18寨总寨主黄景文的女儿如今在乐阳府。南宫昌闻言脸色越发阴沉起来。黄景文在江湖上成名已久，正因为他才有了现今如此强大的绿林，而今他却把无比疼爱的女儿送来了乐阳，莫非是想要瓦解武林盟？思绪片刻后，南宫昌沉声下令道：“派人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想耍什么花样。”男人只是在书店看了一眼书，没想到书中的内容竟是让他陷入了心魔境。书上仅仅只有一行字：“只有独行者才能屹立于天下。”独行者3个字仿佛有魔力般，令谭浩的思绪展开了无限的延伸。这3个字里包含着谭浩想要的所有东西。这一瞬，暗魂心功的内力以极快的速度在其周身环绕，他仿佛被拉入一片无尽的黑暗之中。独行者3个字引领着他的思绪在黑暗中寻找自由。就在这时，他看到远处出现一个光点，谭浩不受控制地伸出手朝光点探去。就在即将触碰到的那一瞬间，身后突然传来师傅的呼喊声：“浩儿，不可以！”谭浩见到师傅10数年的思念之情瞬间爆发，语气颤抖着朝贤素真人走去：“师傅，我好想你。”而贤素真人满脸严肃，语重心长说道：“浩儿，切勿迷失自己，你要坚守自己的本心。”言罢，身影如梦般缓缓飘散而去，只留下谭浩在地上不停地呼喊：“师傅，我们一起走！”突然嗡的一声，谭浩身前的书架承受不住其内力的席卷，轰然炸裂开来。随即他呆愣站在原地，久久未能回过神来。书店老板见此情形，被吓得手足无措。片刻后，谭浩握紧拳头，才发觉自己陷入心魔。
魔，好在有重无心诀作为支撑，这才避免了陷入心魔境的危险。当他沉浸在独行流这个词中时，暗魂心宫竟为了变得完美自主催动，若真陷入心魔境，后果不堪设想，自己恐怕会变成一个杀戮机器。谭浩收敛思绪，对着一旁的老板安慰道：“抱歉，我会赔偿你的，不必担心。”这时门外一道身影急匆匆赶来，叫住了谭浩。那人表明身份出自玄武门江城分舵，此次前来是为给谭浩送乐阳分舵的传书。谭浩闻言急忙接过书信：“赵润山，黑水寨。”谭浩紧咬牙关，手中拳头握得咔咔作响。他的灭族仇人赵润山，苦苦追寻10数年未见踪迹的赵润山，为了得到更多消息，谭浩当即带着珍宝登上返回乐阳的商船。天上楼，玄武门乐阳分舵的据点。谭浩进门并没有多余的废话。赵润山人呢？分舵主闻言眼神闪烁，轻声说道：“我们已经获取了他们的位置。”谭浩见状，双眸一寒，冷声说道：“看你的样子是有求于我吧？”分舵主闻言也不再隐瞒：“我想请您帮我救一个人，事后我会将他们的所有信息告诉你。”谭浩低垂的眼帘面无表情，淡淡道：“救谁？”黄慧玲，绿林18寨总寨主黄景文的独生女。分舵主神情急切，眼色无比的真诚。若他在此地丢了性命的话，整个乐阳都将承受绿林18寨的怒火。谭浩闻言，心头顿时一颤，黄慧玲有危险。与此同时，在洞庭湖中的一艘商船上，厮杀声此起彼伏。莫一光手持巨斧，将黄慧玲护在身后。对面武林盟众多高手围攻，他毫不退缩。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便是豁出性命也要护得小姐周全。巨斧连番劈砍下，竟是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南宫修见此情形，气得咬牙切齿。黄慧玲深知这样下去，恐怕凶多吉少。一光，不能再耽误时间了。莫一光闻言，心领神会，随即快如闪电般抱起黄慧玲朝岸边逃去。南宫修看着快速离去的身影，顿时火冒三丈，想要追击却是无能为力。先前他已是被谭浩打得生活不能自理，如今只能无能怒吼：“快追上去，一定要抓住他们！”这时一道身影在远处看着湖中场景，语带无奈轻叹一声道：“南宫家那个蠢货，局都给他设好了，竟然还让他们给跑了。此人正是黑水寨副寨主郭巨铁。”一旁的手下见状出言安慰道：“您不必担心，我们的手下已经去追了。”郭巨铁眼中闪过一丝忧虑，若是让他们逃出乐阳和霸王寨会合，总寨主定会有所行动，届时我们的麻烦就大了。画面一转，在乐阳城外的贫民区内，黄慧玲二人疲惫不堪，静静等待救援。此等危机情况下，他只能找尹小青寻求帮助。可待小青赶来，却是带来一个坏消息：武林盟几乎倾巢出动，现在外面已是被他们布下了天罗地网。黄慧玲二人闻言，心中陡然一惊，他们万没想到，竟然惊动了整个武林盟。尹小青语带焦急，对着黄慧玲劝说道：“他们很快便会搜查到这里，你们还是赶紧走吧。我在乐阳城外备好了马车，是玄武门准备的，可以放心使用。”不料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嘈杂声，他们就在这里，快抓住他们！南宫修闻言发出一声怒喝，封锁整个贫民区，一只苍蝇都不能放过。他乃令江湖各派闻风丧胆的权魔，所到之处皆是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如今竟有几个不长眼的引起他的滔天怒火。就在刚刚，黄慧玲几人在武林盟的追击下陷入了绝境。尽管莫一光勇猛无比，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但武林盟的人不断蜂拥而至，即便是他体力也很快达到了极限。而此时黄慧玲身陷包围，岌岌可危，凭他的实力根本不是这些正派弟子的对手。就在这生死危难之际，莫一光提起了最后剩下的所有力气，竟是使出让内功逆流提升极限的一血大法。此招虽能爆发出比常态下多出数倍的威力，但过后需要承受常人无法忍受的后遗症。莫一光深知此时不能与敌人过多纠缠，身形闪电般掠至黄慧玲身前，随即不待小姐开口，一把护在怀中，拔地而起。他此时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哪怕粉身碎骨，也要将小姐平安护送出去。不料刚突出重围，眼前却出现一只手掌，此人乃青城派长老清九真人。来了还想跑？还未等莫一光反应过来，携带澎湃内力的一掌已是印在其胸口之上，二人如遭重锤敲击般直接倒飞出去。幸好此番伤害大部分被莫一光所承受，否则黄慧玲恐怕今日将命丧在其掌下。清九真人望着重伤的二人，发出一声冷哼：“这个丫头便是黄景文的女人吧？老夫等这一刻许久了。黄景文，是时候了结我们之间的恩怨了。”言罢，他在众人恭敬目光下来到黄慧玲跟前：“我从未忘记当年你父亲带给我的屈辱，只要抓住你威胁他的话，想必他会乖乖的从绿林里出来吧。”这时目光一费力，强撑起身体，怒声道：“想要带走我小姐，就先从我尸体上踏过去。”可话音刚落，一道刚猛的劲气已是骤然袭来。清九真人一记倾城绝学通血掌印在其胸膛，莫一光如炮弹般重重砸在地上，晕厥过去。黄慧玲瞳孔微缩，挪动身子想去查看其伤势，不料下一秒喉咙一紧，已是被钳住了脖颈。若不是为了引出你爹黄景文留你一命，我巴不得一掌直接拍死你。言罢，一个大逼都狠狠甩在黄慧玲脸上，到时我要当着你的面把黄景文碎尸万段。就在这时，咚的一声震人心魄的声响骤然传来，所有人不由纷纷朝声源方向望去，仔细聆听下，众人却被吓得浑身颤抖起来。那声响竟是节奏不一的脚步声。清九见众人慌张，将黄慧玲随意丢在地上，随即对着一旁的南宫修
出言询问道：“那个人是谁？”南宫修脸上冷汗直冒，声音略带颤抖：“他是谭浩，就是最近传闻中的拳魔。”清九真人闻言发出一声冷哼，原来就是近来凶名远扬的那个魔人了。铲除魔人不正是武林盟的职责吗？众人看着谭浩的身影，纷纷揣测他为何来此。而谭浩自始至终一言不发，一瘸一拐的径直朝黄慧玲走去。黄慧玲将谭浩到来，挣扎起身喊了声哥哥。谭浩看到这一幕，不自觉地咬紧了牙关。黄慧玲始终给他一种仿若亲人般的感觉，他甚至猜测黄慧玲就是自己的妹妹谭嘉玲，只是一直未曾找到赵润山确定真相。这时清九真人发出一声怒喝：“站住！武林盟在此执行任务，识相的话赶紧滚开！”唰的一声，谭浩双眸的杀光如实质般迸射而出，一个眼神便吓得这位青城派长老心中骇然。他在那深邃漆黑的眼眸中见到强烈的杀气，只见其神情戒备，内力不断朝首长凝聚而去。你若不想成为武林盟的公敌，最好马上离开，否则你将承受武林盟的无上怒火。谭浩闻言，嘴角却是勾起一抹冷笑，一股无比恐怖的气势在其四周扩散开来。武林盟吗？算什么东西？不想死的话，都给我滚开！他天生左腿残疾，却习得一身绝世武功，仅凭一双铁拳便杀得各大门派闻风丧胆。如今竟有人在他面前扬言要将他碎尸万段。清九真人浑身气势攀升，震得衣襟啪啪作响。拳魔，今日便是你的死期！谭浩闻言，嘴角却是勾起一抹邪魅的冷笑。下一秒，只听咚的一声，整个身形如离弦之箭般朝对方奔掠而去。你算个什么东西？如此快的速度，清九根本来不及反应，铁拳如炮弹般狠狠砸在其面门之上，恐怖的力量将他轰飞出去数十丈，两道鼻血窜出2米高，那门牙都干飞好几颗。随着一声哐当巨响，清九重重地砸在地上，霎时间激起一股尘烟，碎石纷飞。他被谭浩一拳打得如同死狗一般，躺在地上，双眼翻白，不再动弹。武林盟众人见状，纷纷噤若寒蝉，不敢上前。堂堂青城派长老竟被一拳 KO。谭浩双眸冷冽，看向浑身是血的黄慧玲，一股无名怒火不自觉涌上心头。这种感觉很微妙。看着备受折磨的黄慧玲，他心中强烈的杀意不经意间迸射而出。自踏入江湖以来，他的情绪从未如此波动过，恐怖的气势甚至令黄慧玲感到一丝恐惧。他颤抖着轻轻喊了一声哥哥。这时南宫修在身后猛地厉声怒喝道：“拳魔，你竟敢妨碍武林盟的行动！从今日起，你便是整个武林盟的公敌，都给我上！让这个家伙知道武林盟才是江湖的中心！”随着南宫修一声令下，无数武林盟弟子利刃出鞘，群涌而上。谭浩压抑许久的怒火也在此刻轰然爆发。只见他单腿震地猛地爆射而出，冲步破城追，嗡的一声，随之而来的是血肉崩碎的声响。狂暴内力不断在其拳锋之上激荡，他的眼中没有丝毫怜悯，有的只是如来自地狱魔神般的杀意。即便武林盟弟子无穷无尽攻杀而来，但谭浩身法鬼魅，在人群之中辗转腾挪，他们根本无法捕捉，无法伤害到其分毫。每一记重拳挥出，便有一人被轰成碎渣，满天血雨不断在战场中心飘扬。那魔神般的身影令所有人心惊胆寒。南宫修见此情形，不自觉浑身颤抖，连连后退。那家伙简直就是个疯子，大家快逃啊！言罢，南宫修慌乱的转身朝后方快速跑去。殊不知谭浩猩红的双眼已是死死的盯着他。咚的一声，谭浩身形如炮弹般弹射而起，下一秒便出现在南宫修身后，钳住其肩膀。我警告过你，别来惹我！南宫修当即被吓得魂飞魄散，连声求饶：“求求你放过我，我马上离开这里！”谭浩眼中杀意凛然，语气十分冰冷：“太晚了！”随即蓄力一记重拳如巨锤般轰在其胸膛，噗呲一声，南宫修在这一击之下直接被轰成了血雾。画面一转，时间来到2个时辰后的南宫世家内，南宫修身死的消息在此时传入南宫昌耳中。得知真相的南宫昌当即咬牙切齿，怒不可遏：“拳魔，我南宫家定要将你碎尸万段！”于是南宫昌跑到武林盟召开紧急会议，将谭浩所谓的恶行添油加醋的诉说一番。拳魔实在是太猖狂了，若不将他铲除，武林盟的威严何在？长老院众人闻言纷纷拍而起，扬言要出动所有力量铲除拳魔。这时南宫昌将目光移到玄武真人身上。拳魔出身于华山派，不知玄武真人是怎么想的？玄武真人一脸阴沉冷声说道：“一个否定自己师门的败类而已，江湖本就不应该有他的容身之处。”此话一出，武林盟长老院纷纷达成共识，召集门下所有精锐势必围剿拳魔。画面一转，在平民区的一处深山中，黄慧玲和莫一光被安顿在隐蔽的山洞内，而距离山洞不远处，一道身影奄奄一息瘫倒在地上。此人乃黑水寨副寨主郭巨铁的心腹宫少秋，他潜入武林盟煽动武者，想要借助他们的力量除掉黄慧玲。没想到这万无一失的计划，却在南宫修被谭浩轰成碎渣的那天化为了泡影。而宫少秋隐藏在众人身后，被吓得尿了裤子。在恐惧之下，他根本提不起逃跑的心思。可当他的模样映入谭浩眼中时，谭浩尘封多年的记忆在脑海中不断翻涌。宫少秋的脸即便化成灰，他都认识。当年屠灭白家村满门的马匪中，宫少秋就是其中一员。于是他便被谭浩严刑拷打了整整1夜，随即扔到山中充当引出副寨主的诱饵。果不其然，很快郭巨铁便带着几个手下上钩了。隐藏在暗处的谭浩也在此时现身。你便是黑水寨副寨主郭巨铁吧？谭浩的出现当即吓得众人心惊胆战。你到底想干什么？谭浩闻言，嘴角勾起一抹邪魅笑容。我就问你一件事情，黄慧玲的身世你可了解？
黄慧玲竟然真的就是谭浩的亲妹妹谭嘉玲。就在刚刚，谭浩将黑水寨的负债主引诱到深山，他的目的便是想要从郭巨铁口中得到黄慧玲身世的真相。郭巨铁深知权魔的恐怖实力，即便是将真相全盘托出，也未必能保住性命。于是他一声令下，让众手下群拥而上，快拦住他！要是拦不住，我们都得死！谭浩见状，嘴角勾起一抹邪魅的冷笑。下一秒，拳风炸裂的声响在林中不断飘荡，血肉横飞和众土匪的哀嚎惨叫此起彼伏。数息后，郭巨铁奄奄一息地躺在尸山之上。求求你放过我吧，我什么都告诉你。谭浩一脚死死踩住他脖颈，冷声道：“当年你们绑走的那个女孩就是黄慧玲吗？”郭巨铁吓得浑身颤抖，一把鼻涕一把泪。正是，我们原本打算把她卖去当婢女，但是她被总债主看上了，就把她抢走了。我们害怕那个丫头记起自己的身份来复仇，所以才设下这个圈套，想要除掉她。谭浩闻言，语气略微有些激动起来。黄慧玲是从哪里绑架回来的？是在太白山下一个偏僻的村庄，当时在那里遇到一个毒种，所以记得很清楚。那个小子把我们的同伴都给咬死了。得到真相后，谭浩瞳孔微缩，浑身一震。自从他第一次见黄慧玲，就有股异样的感觉，那是一种血浓于水的亲近感。或许这便是血脉之间的互相吸引。不过黄慧玲被绑走时才2、3岁，他第一眼没有认出来也理所当然。谭浩收敛思绪，沉声质问起黑水寨的所在地。郭巨铁浑身颤抖，如实回答：在江西省玉华山。谭浩低垂着眼帘，冷哼一声：那个被你们绑走的孩子不叫黄慧玲，她叫谭嘉玲，被你们抢走的我妹妹的名字。言罢，脚下力道骤然加重了几分。郭巨铁闻言，一脸骇然之色：你就是当年那个毒种，不要杀我，这全是赵润山指使的。而谭浩并不理会他的求饶，右腿如重锤般猛然踏下，踩碎了他的头颅。谭浩站在原地，稳住心中翻涌的思绪，他颤抖地看着自己充满血腥味的双手。自从踏入江湖以来，手上的鲜血还从未干过。我不能把嘉玲带进我这满是血腥的人生里。另一边的山洞外，珍宝用简单的食材为黄慧玲二人制作美食，精湛的厨艺令他们连声称赞美味至极。谭浩在暗处看着笑颜如花的妹妹，暗下决心，只要妹妹能开开心心的活下去就行。如今他自己已是深陷江湖纷争的泥潭之中，无论是嘉玲还是慧玲，都应该有自己的人生。想到此处，他一瘸一拐缓缓朝3人走去。看来你们都恢复得不错。黄慧玲二人连忙起身向谭浩表示感谢。一番闲聊过后，谭浩将黄慧玲送上了马背。当得知谭浩要送他们回霸王寨时，黄慧玲心中一暖，随即以路途太过遥远为由连声推辞。而谭浩闻言，黑着脸冷声道：我可以送你们回去。黄慧玲在他冷酷的话语下哑口无言。在他的心中，权魔是一个极度可怕的人，只要被他认定为敌人的下场都将极其凄惨。但只要谭浩在自己身边，黄慧玲便会不自觉感到心中十分的踏实。而当谭浩众人消失在茫茫山脉中时，武林盟的追击队顺着他们的足迹追踪而来。这些人脸上纷纷挂着不情愿的神色，仅凭他们去追击权魔，倘若真的遇上，也是死路一条。但奈何军令如山，他们没得选择。追踪队队长尹昌化振臂大喊道：我们一定要赶在权魔出户南省之前找到他。此时谭浩带着妹妹正在前往霸王寨的路上，他深知以他目前的情况，并不适合告诉黄慧玲是自己妹妹的真相。谭浩拉琢磨一光，询问如今霸王寨的状况，得知霸王寨表面平静，实则暗流涌动，其他寨的寨主都在对总寨主之位虎视眈眈。谭浩来到河边洗脸，整理一下思绪。杀害自己全家的仇人赵润山，自己苦苦寻找了18年的仇人赵润山，很快我们就要见面了，好好享受你生命最后的时光吧。另一边，武林盟的追击队循着谭浩的足迹进入山林，不料中途却被一名怪人拦住了去路。来人乃魔教7大魔人之一的苏天山，10里灭绝鹰的唯一传人。传闻10里灭绝鹰一出，方圆10里无活物。众人见势，魔教纷纷拔出武器，如临大敌。只见苏天山用力拨动琵琶的琴弦，一阵恐怖的音波瞬间朝众人横扫而去。追击队根本毫无还手之力，便被音波击中。随着音波的肆虐，他们尽数被震断了心脉。自此，武林盟派出的数百精锐全被苏天山一人所截杀，江湖开始大乱。与此同时，位于哀牢山顶峰的天华宫内，魔教引龙殿主云渡光率数十精锐突袭天华宫，他们出手果断狠辣，见人就杀。天华宫弟子无法匹敌，纷纷殒命当场。宫主张华景愤怒之下拼死抵抗，最终还是不敌，惨死在云渡光枪下。天华宫一夜被灭的消息很快在武林中传开，华山派召开紧急会议。如今魔教入侵的事情已成定局，华山掌门决定召回所有弟子，全力备战。可偏偏此时有一位长老提起了天津的名字，掌门闻言不由长叹了一口气。天津，也就是现在的权魔谭浩。如今华山派内对谭浩的态度两极分化，一派认为谭浩是贤素真人唯一的弟子，是身为华山弟子不可否认的事实，理应承认谭浩的身份给予保护。另一派则认为谭浩否认华山弟子身份，没资格在魔教的进攻下享受门派的庇护。掌门对两派的说法无可奈何，只能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寄在贤素真人身上。另一边，经过半月的赶路，谭浩众人终于抵达霸王寨。途中，谭浩也听到过魔教入侵的消息。如今的武林已是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然而谭浩对此却并不关心，他只想尽快解决赵润山之后回去找师傅。看着妹妹和黄子韬其乐融融的场景，谭浩心境发生变化，接受了事实，妹妹现在已经不再是谭嘉玲了，而是霸王寨总寨主黄子韬的女儿黄慧玲。当黄子韬第一次见谭浩时，也是暗暗心惊。谭浩在他眼中就如同坚硬的高山，不可逾越。寒暄一番后，黄
子韬为表达感谢，邀请谭浩入寨大摆宴席，盛情款待。次日，黑水寨伙同其他3位寨主登门造访，便对赵润山以商讨魔教入侵事宜进入山寨。黄子韬心中不由称赞其颇有手段，不过目前还不是撕破脸皮的时候，只能命令手下给他们安排住处。黄子韬不多时便来到门口迎接。金虎寨寨主吴忠和清江寨李嘉欣恭敬行礼。黑水寨寨主赵润山虽表面恭敬，但眼中时不时闪过一丝阴厉之色。他已经计划好了一切，待时机成熟，必定将霸王寨一举拿下。就在这时，场中突然传来呲溜呲溜的声响，赵润山顿时感觉心头猛颤，没由来一阵惊恐。只见一道身影一瘸一拐的缓缓走来，那一轻一重的脚步声令所有人心生恐惧。原本吵杂的现场瞬间寂静下来，注视着谭浩。只有黄慧玲一脸俏皮的喊了一声哥哥。回过神来的赵润山语气不满的开口道：“你小子是何人？”谭浩漆黑的双眸紧盯着他，邪魅笑道：“看来你不记得我了，我可是足足找了你18年了。”